你穿越到那个年代，不仅不去找吃的，反而站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痛快地撒了泡尿。村里人都以为你饿疯了，但是只有你知道，随着身体的一阵哆嗦，系统竟奖励了你2块钱和半斤肉票。只因你的金手指迟到了整整20年，把你当成了刚出生的婴儿，不但走2步就白嫖了一个随身空间，而且吃口奶就能获得身体属性提升与物资奖励。沈念成猛地打了个激灵，睁开眼，头顶是漏风的破草房屋顶，墙角挂满明晃晃的冰碴子，北风顺着窗户缝直往里灌，身下的土炕硬得像冰块，破棉被里的烂棉絮邦邦硬，根本不保暖。这哪是他那开着暖气的高档公寓？他哆嗦着坐起来，脑子突然针扎一样刺痛，一股不属于他的记忆硬塞了进来。71年，关外北荒，白桦沟村，这身体的主人也叫沈念成，是个吃百家饭长大的街溜子，出了名的懒汉。前阵子村里来了批下乡知青，天天被指派干苦力受排挤，原主见色起意，死皮赖脸讨来当了媳妇。可原主穷得连耗子都不愿来，大冬天柴火没备齐，粮食刚早见底。今天林婉晴去干活，原主在家睡大觉，硬生生冻死饿死了，这才让他穿了过来。砰砰砰，破木门被砸得震天响，外面传来焦急的粗嗓门，喊他赶紧开门。沈念成赶紧搓搓冻僵的脸，套上那件补丁落补丁，硬得像铁皮的破棉袄，踩着露脚趾的破棉鞋跨过去拽开门。风雪扑面砸来，门口站着裹羊皮袄的德福叔，满头大雪，背上还背着个人，大口喘气。德福叔平时没少接济原主，沈念成赶紧侧身，德福叔气急败坏吼了一嗓子，让他搭把手，大步进屋把背上的人小心放在冷炕上。沈念成凑近一看，是个消瘦的年轻女人，脸上没有血色，嘴唇发紫，身上单薄就罩衣和鞋早湿透了，双眼紧闭，呼吸微弱的快断气，正是他刚过门没几天的知青媳妇林婉晴。德福叔急得直拍大腿，指着沈念成鼻子骂，说这丫头在晒谷场铲雪，连着2天没吃饭，直接栽进雪窝子饿晕了。又骂他大老爷们平时懒就算了，娶了媳妇还让人跟着挨饿受冻，屋里连点热乎气都没有，是想把人活活冻死。沈念成没顶嘴，记忆里原主确实是个混蛋，连累人家大姑娘跟着受罪。德福叔骂归骂，手没停，哆嗦着从怀里掏出个灰扑扑的布包，塞进沈念成手里，说是大队晌午剩下的口粮，他偷摸省，现在大队也揭不开锅，以后得靠自己挣工分，赶紧给丫头塞嘴里保命要紧。说完叹了口气，裹紧羊皮袄，顶着风雪匆匆跑出院子。沈念成关严门用木棍顶住，低头打开布包，里面是半块烤发黑的红薯，早凉透了，捏在手里硬邦邦像块石头。正发愁时，脑海里突然响起机械提示音，系统提示迟到20年的婴儿养成系统已激活绑定，检测到宿主完成1次深呼吸，达成自主呼吸成就，发放火柴1盒，粗盐1包，已自动存入口袋。沈念成愣住了，婴儿养成系统，20好几的人被当成婴儿，还迟到20年。但他马上伸手往破棉袄口袋里掏，果然摸出1盒崭新火柴和一个牛皮纸包，打开全是颗粒分明的大盐粒子。在这买火柴都得用工业券的年代，绝对是救命好东西。他转头看向炕上冻得牙齿咯咯响的林婉晴，半块凉红薯他根本咬不动，没办法，只能自己先咬碎再喂。张嘴对准红薯狠狠咬了一口，又冷又硬的红薯碴子差点崩掉牙，用力嚼着咽进肚子，冰凉食物刚滑进胃里，机械音再次响起，系统检测到宿主完成首次进食辅食，发放全麦面粉5斤，体质+1。话音刚落，补炕上凭空出现一个鼓鼓囊囊的面口袋，散发新鲜麦香。更神奇的是，身体里一股热流从心脏涌出，流遍全身，僵硬关节活络了，发麻手脚恢复知觉，连外头冷风打在身上都没刚才刺骨。体质+1直接驱散寒气，让他彻底缓过一口气。有了5斤面，到头过年才能见点荤腥。这婴儿系统判定条件虽然离谱，但给的东西实打实。把钱票叠好塞进贴身内兜，沈念成直奔院角踏了半边的柴火棚。原主那懒汉根本没被冬柴，他扒开积雪，在底下翻出几根干苞米秸秆和一堆半湿烂树枝，有总比没有强。他伸开胳膊全抱怀里，深一脚浅一脚往屋里走。刚跨过高门键，踏进屋里站稳脚，提示音立马接上。系统检测到宿主完成蹒跚学步，发放1立方米随身储物空间，当前仅限储物，无法种植养殖。沈念成闭眼感受，脑子里真多了个四四方方灰蒙蒙的1立方米空间。意念一动，盯着地上苞米秸秆，嗖的一下，秸秆凭空消失，出现在空间角落。再移动念头，又稳稳落回泥土地上。有了随身空间，以后系统给的好东西或者在外弄的物资，全能神不知鬼不觉藏起来，谁来搜也搜不到。他大步走到灶台前，抄起生锈铁勺，对准水缸冰面狠砸，连砸7、8下，震得虎口发麻，冰面终于裂开。带冰碴的冷水倒进大铁锅，蹲下身把苞米秸秆折断塞灶坑，掏出系统给的火柴划燃，橘黄火苗窜起，凑近干苞米叶，噗的一声，灶坑火彻底升了起来，灶间终于有了暖意。他取出5斤全麦面粉，抓2大把放粗瓷碗里，对冷水搅成面疙瘩糊糊，等锅里水冒，热气倒进去，捏搓粗盐撒入，铁勺不停搅动。没多久，水开咕嘟冒大泡，粘稠全麦面糊散发浓郁麦香和淡淡咸味，直往鼻子里钻。沈念成了满满一大碗滚烫面糊，端进里屋。土炕连着灶台终于有了温热气。林婉晴缩在破被子里还在抖，但脸色没那么白。他把他连人带被子半搂起来，靠在肩膀上，粗着嗓子喊他醒醒，别睡了，张嘴。林婉晴没睁眼，但滚烫面糊贴着嘴唇，食物本能让他微张开嘴，一口热乎咸面糊顺喉咙流下去，他猛咳2声，随后像饿狼一样闭眼死咬碗边大口吞咽。沈念成皱着眉端稳碗底，让他慢点喝，没人抢。喝了大半碗，林婉晴呼吸明显粗重平稳下来，眼角渗出泪滑进鬓角，身子一软，在沈念成怀里沉沉睡过去。不是冻晕，是吃饱后的熟睡。他把他重新塞回被窝，掖紧被角，看着他脸上终于浮现的一丝血色，长出一口气，命算保住了。回到外屋灶台前，他也不用碗，直接拿大铁勺蘸锅边，一勺一勺往嘴里送。滚烫面糊下肚，浑身毛孔张开，额头冒出白毛汗，打了个饱嗝，总算从鬼门关爬了回来。吃饱喝足，身子暖了。沈念成搬个破板凳坐灶坑前烤火，掏出
出半斤肉票和2块钱，在指尖来回翻看，温饱勉强解决，但面糊只能糊弄水饱，尿2泡尿肚子就又该瘪。想恢复体力，想让炕上销售媳妇养回身子，光吃粗粮不行，得吃带大肥膘子的猪肉。可白桦沟村穷得叮当响，一年也杀不了1头猪，就算去10几里外的供销社，碰上大雪封山肉摊未必有货，何况半斤肉票顶多够塞牙缝。他把钱票重新揣回兜里，舔了舔牙根，站起身，目光越过灶台，直勾勾盯向里屋门后墙角，厚厚蜘蛛网下静静靠着一把生满铁锈的老土枪。沈念成几步跨到里屋门后墙角，那把老土枪斜靠在破土墙上，挂满蜘蛛网，枪管全是红褐铁锈，枣木枪托干的开裂，缝里塞满黑泥。这破玩意是原主死鬼老爹当年跟民兵连打狼留下的，原主嫌沉怕死，好几年都没碰过。沈念成伸出右手，一把攥住冰凉铁枪管，用力一提，沉甸甸10来斤重，粗糙铁锈磨着手心，带着股陈年老铁的土腥味。手指刚死死握住枪管端平，脑子里机械音立马蹦出来，系统检测到宿主完成精细动作抓握，发放初级枪械熟悉技能，已自动融合。一瞬间，沈念成脑门一热，无数枪械知识和肌肉记忆硬生生灌进身体。再看手里这破土枪，感觉全变了，大拇指本能摸向击锤，眼睛不由自主顺准心往前瞄，怎么拆卸清理，装多少火药，打多远不炸膛，开枪肩膀怎么卸力，全印在脑子里，跟玩了大半辈子枪的老猎户一样熟练。他端枪掂量2下，拿破抹布用力擦掉枪管浮灰，击锤能掰动就是有点卡，光有枪不行，还得有弹药。他蹲下身，在原主破木箱里翻箱倒柜，扒拉开一堆烂衣服，终于在箱底摸出个生锈铁皮罐和一个沉甸甸粗布口袋。铁皮罐一开，刺鼻硫磺味直冲脑门，是黑火药，可惜全结成硬疙瘩，泛着白霜受潮了，塞枪管里扣扳机也打不响。粗布口袋里倒是好东西，大大小小不规则铁砂，还有几颗废轴承敲下来的钢珠，全是当子弹的散弹。沈念成拿罐子走到外屋，灶坑火快灭了，只剩暗红炭火。他找块破瓦片，把火药疙瘩倒上，用铁勺一点点碾碎，端着瓦片小心凑到炭火上方。受潮火药不能见明火，只能用热气烘。他死盯黑粉末，边烘边用小木棍轻翻，火药遇热发出滋滋声，冒淡白烟，硝烟味更浓。等火药彻底干透，变成细腻黑粉，赶紧挪开晾凉，倒回罐子。接着他盘腿坐灶台边，竖起枪管，按脑子里的技能倒一小撮黑火药进枪，撅着门后细竹竿当通条，顺枪口捅到底倒实，再倒进一小把铁砂2颗钢珠，最后撕块破棉花塞进去，死死压紧。装填完毕，套上火帽，掰下击锤，大拇指压上，这算有了防身家伙。里屋传来微弱动静，林婉晴正费力睁眼，消瘦的脸没血色，但干巴起皮的嘴唇算有了活气。她看着沈念成，眼神先茫然，接着猛闪过害怕，下意识往破背里缩。记忆里这丈夫非打即骂，刚才自己饿晕雪地，现在居然躺热炕上没死。沈念成看他像受惊的鹌鹑，走过去一屁股坐炕沿，粗着嗓子说：“醒了就别乱动。”炕头刚烧了火，正热乎，虽不温柔，但没了原主那股混蛋味。林婉晴愣住了，呆呆看着他，仿佛不认识了。脑子里提示音冷不丁又响了，系统检测到宿主完成牙牙学语，发放玉兔奶糖半斤，已自动存入随身储物空间。沈念成差点没绷住，跟媳妇说话算牙牙学语，这破系统真把占便宜发挥到极致。不过奖励真香，71年玉兔奶糖是紧俏货，供销社有票都不一定抢得到，城里干部走亲戚才舍得拿的高级货。半斤奶糖补体力绝对是好手，意念一动手，在破棉袄兜里一摸，再掏出来，手心多出2颗蓝白糖纸包的玉兔奶糖，拨开一颗浓郁奶香，瞬间在发馊屋里散开。林婉晴耸耸鼻子，眼睛直勾勾盯他手，喉咙狂咽唾沫。沈念成没废话，捏着白生生奶糖递到他嘴边，让他张嘴含着。林婉晴吓一跳，本能往后躲，但甜腻奶香直往鼻里钻，勾的馋虫翻江倒海。他犹豫了一下，微张开嘴，沈念成把糖塞进去，浓郁奶甜瞬间在舌尖化开，顺喉咙甜到胃里。他活快20年，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眼眶一红，眼泪吧嗒往下掉，连嚼都不舍得，小心含着。沈念成说：“哭啥？有奶糖吃还堵不住嘴。”把另一颗连糖纸塞进他贴身口袋，让他留着头晕再吃。林婉晴死无口袋，含糊不清，问他哪来的高级糖。沈念成说：“别管哪来的，不偷不抢，锅里有面糊糊，饿了自己盛，让他在家待着，门插好，谁敲都别开。他出去一趟。”林婉晴看他提着老土枪急了，挣扎要起来，说：“外头大雪，大队长说封山后山野兽找食危险。”沈念成头没回，说：“不进山打野味，靠西北风活不了。”拉开屋门，白毛风呼啸灌进来，他紧攥土枪，反手砰的关门，把喊声隔在屋里。出了院子，雪下得更大。沈念成深一脚浅一脚往村后山林走，积雪没膝盖，好在加了一点体质，热面糊糊垫底，浑身散发热气，抵住零下20-30度严寒。白桦沟村三面环山，后山是连绵老林，大雪封山，村里人不敢往深处去，怕碰上饿急眼的黑熊野狼。沈念成没原主的怯懦，脑子有技能，手里有枪，兜里有空间，最重要是必须弄到肉，没有高热量肉食体质加1也扛不住暴雪。走了半个钟头，土坯房看不见了，眼前出现陡峭雪坡，坡上密密麻麻松树白桦林。到了后山边缘，沈念成停下脚，把土枪端胸前，大拇指死压击锤，枪械熟悉技能带来本能警觉。他深吸冷气，眯眼扫视雪地，打算在边缘碰运气，逮野兔傻狍子。刚踏上雪坡边缘，脚下突然一顿，风吹散浮雪，脚尖前不到2米处，清清楚楚印着一排脚印。沈念成瞳孔一缩，不是野兔小爪印，不是狍子蹄印，是一串大海碗那么大的脚印，4个脚趾轮廓深陷雪里，后面是宽阔肉垫，像朵硕大梅花。脚印边缘锋利雪渣没被吹平，绝对是半小时内留下的新鲜脚印。梅花脚印还这么大，在这关外老林子能留下这脚印的，不是成年大猞猁，就是丛林霸主。沈念成心头一紧，但蹲下身用冻僵手指拨开脚印边缘浮雪，底下硬雪可露出来。他长吐一口白气，差点被雪忽悠了，这根本不是梅花脚印，刚才是风把碎雪吹进坑里，看着像圆肉垫，浮雪一扒开，里面是清清楚楚2瓣深槽，后头还带俩小悬蹄印，这是猪蹄子，看蹄印深度和跨度绝对是野猪，而且不是
4、500斤蹭满松树油子的老炮卵子，顶多是头100来斤落单的半大野猪，但100来斤也是要命的玩意，急眼了那股蛮劲连熊瞎子都得让3分。沈念成站起身，端平老土枪，脑里的枪械熟悉让他迅速冷静。既然是野猪，那就干，饿死也是死，被猪拱死也是死，拼赢了回家就有肉吃。他顺着蹄印放轻脚步往林子深处摸，越往前血被拱翻痕迹越明显，几棵碗口粗白桦树皮被啃得稀烂，地上还有几泡冻硬的黑褐猪粪。突然前面10几步远的枯黄灌木后传来呼哧呼哧的粗重喘息，接着一阵杂乱咔嚓声，像在嚼冻硬的树根。沈念成肌肉瞬间绷紧，猫着腰借一棵粗壮老红松挡住身子，探出半个脑袋看去，一头浑身长满黑硬长毛的野猪正撅着腚，拿长獠牙的厚实长嘴在雪地底下疯狂拱食，黑黢黢100大几十斤，两边獠牙刚冒出嘴唇，尖得像2把小匕首。沈念成低头看手里土枪，就一发子弹装的是散弹铁砂和2颗钢珠，远了打不穿厚猪皮，近了万一打不死，这畜生一个冲锋就能把人顶翻在地，绝对不能硬刚。他目光快速扫视一圈，盯上旁边一棵长分叉的粗壮白桦树，树杈离地不到2米，正好能躲开冲撞又能居高临下。他没急着开枪，慢慢从腰后抽出圆竹砍柴的破柴刀，又在脚边摸了根手腕粗冻死硬的树枝，蹲在树后不出声，用柴刀飞快削树枝，几下子一端就削出个尖锐木尖，锋利扎手，把削好的长毛靠树干上。沈念成深吸口气，端起土枪，慢慢从红松后绕出一点点往白桦树靠拢，10步、8步、5步，走到白桦树底下时，脚底雪壳子突然咔吧一声脆响，那头拱地的野猪猛抬头，2只圆瞪小眼瞬间锁定沈念成，喉咙发出一声低吼，脖子鬃毛刷的全炸立起来，毫不犹豫后腿一蹬扬起漫天雪花，像辆黑推土机低头亮出獠牙直奔沈念成狂冲过来，速度极快。沈念成没慌，一脚蹬在白桦树根上借力往上一窜，同时土枪顺势端平，初级枪械熟悉此刻发挥了要命作用，根本不用闭眼瞄准，风向速度距离瞬间在脑子形成完美预判，这枪打不死那就打废他，枪口猛往下压，直对准野猪狂奔来的大脸左眼，距离不到3米，沈念成大拇指狠压击锤，食指猛扣扳机，轰一声巨响在林子炸开，枪口喷出巨大橘红火光和浓烈黑烟，老土枪后坐力大的离谱，枪托很撞在肩膀，砸得半边身子瞬间失去知觉，凄厉惨叫撕裂血缘，几十颗铁砂伴随2颗钢珠在极近距离像金属网呼在野猪脸上，左眼当场被打中，半张猪脸伤痕遍布，黑色血迹四溅，但这野猪生命力太强，这一枪打瞎了他却没打进脑子，剧痛反倒彻底激发凶性，瞎着只眼满脸黑色血迹根本不减速，一头狠撞在沈念成刚站的地方，核爆粗的白桦树被撞得剧烈摇晃，树顶积雪哗啦啦砸下落了他一头脸，借着开枪反冲力，沈念成以手脚并用拼命爬上树杈，刚企稳底下野猪已调转头，发疯般用獠牙拼命啃咬撞击树干，树皮被啃得木屑横飞，整棵树都在打摆。沈念成骂了声畜生，看你能撑多久，强忍又煎火烧般的剧痛，一把抓起靠在树杈边的削尖木长矛，低头死盯底下疯狂撞树满脸黑色血迹的野猪。他撞击动作大，每次抬头粗壮脖梗后就露出一点空隙，就是现在。沈念成双手握紧长矛，看准野猪再次仰头撞树瞬间，腰部猛发力，居高临下对准野猪脖子根狠狠扎下，扑哧一声，锋利硬木尖带着全身重量，硬生生刺穿野猪厚实皮肉，深扎近几倍。野猪发出变调惨嚎，浑身剧烈抽搐，疯狂甩动身子想甩掉背上木棍，巨力震得沈念成双手虎口震裂，黑色血液直流，但他死咬牙不松手，反而更用力往下压。他怒吼着，边压长矛边在树杈变换姿势，把全身力气压在长矛末端，木棍在野猪体内剧烈搅动，撕裂筋肉，大量黑色液体顺木棍流出，浸染白雪。野猪挣扎越来越慢，叫声从咆哮变成漏气呼哧声。他瞎眼死瞪树上的沈念成，四蹄在雪地乱蹬，刨出一个个深坑，足足耗了10几分钟，终于前腿一软，庞大身躯轰地砸在雪地，嘴里吐出大口黑色液沫，抽搐2下彻底不动，确认底下畜生死透，沈念成才松开沾满血的长矛，大口喘粗气，瘫坐在树杈，浑身被冷汗湿透，看着底下小山一样的野猪尸体，他咧开嘴笑了，笑出声的同时，脑里机械音像炸雷般响起，系统检测到宿主越级杀敌，完成史诗级成就，婴儿独立击杀中型猛兽，触发首次大动作暴击奖励，发放开心农场解锁，当前面积1分的具备初级种植功能，作物生长速度极大提升，发放现金50元以存入随身储物空间，发放体质+5，提示音刚落，沈念成只觉体内生出一团熊熊火炉，极其狂暴的热流从心脏炸开，像洪水冲刷，4肢百骸，刚被枪托砸半废的右肩刺痛瞬间消失，干瘪肌肉像充气般快速鼓胀，发将手脚充满爆炸般力量，热流甚至将身上冷汗瞬间蒸发，冒出白气。体质+5，之前加1点只够不冻死，现在这5点直接让身体素质拔高到成年壮汉之上，脱了破棉袄在雪地打滚都不觉得冷。沈念成握拳感受骨节爆响，心里狂喜，有了50块巨款和开心农场，彻底有了。他利索滑下树，稳落雪地，虚弱感一扫而空，走到野猪跟前，拔出长矛扔掉，抓后腿是分量，140斤往上全是肉，要是扛回去飞泪吐血，满路血迹太容易引狼。沈念成心念一动，调出1立方米储物空间，手按野猪身上，嗖的一下，巨大尸体瞬间消失，脑海空间顿时拥挤，100多斤野猪全在正方体里占了小半底盘，干干净净没半点痕迹，除了地上血迹和乱树皮。大丰收！沈念成捡起老土枪拍掉雪，刚转身准备顺原路下山，突然身后林子传来极轻动静，嘎吱嘎吱，是厚重皮靴底用力踩碎冰雪壳子的声音，脚步声很慢很稳正，一步步靠近。他猛地握紧没子弹的空枪，回头死盯声音方向，重重叠叠树影后，隐约站着2道黑乎乎人影，正端着长管子一动不动。嘎吱嘎吱，皮靴踩碎硬雪壳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听声绝对不止一个人。沈念成浑身汗毛猛地竖起。
起脑中警铃大作，身上没带身份证明，手里还拎着刚开过火的老土枪。这年代要是被当成盲流子或偷猎抓起来，不死也得脱层皮。更要命的是，那头100多斤野猪刚收进系统空间，要是让人看见他满身血站在这，旁边除了撞烂的白桦树和一滩血，连根猪毛都没有。说野猪自己长翅膀飞了，谁信？来不及多想，沈念成意念疯狂闪动，嗖的一声闷响，刚放进空间还没捂热乎的半大野猪，凭空砸回刚才染红的血窝子里，激起一片带血腥的血沫。他赶紧弯腰抓起带血的削尖木矛，顺势一屁股瘫坐在野猪热乎的肚皮上，装出脱力大喘气的样子。刚摆好姿势，两道穿军绿破棉大衣、戴狗皮帽子的身影端着枪从林子里钻了出来。打头的汉子大吼不许动，问干什么的，手里步枪直指沈念成。后面的汉子也迅速散开，拉栓上膛。沈念成赶紧举起双手，手里还攥着沾满暗字的木棍，扯嗓子喊别开枪，是自己人，说自己是白桦沟村的沈念成。两人走近几步，借着雪地反光定睛一看，全愣住。打头汉子压下枪口，正是村民兵连长钱虎山，后面跟着民兵铁柱。大雪封山大队长怕野兽下山祸害人，特意安排带枪巡山。钱虎山目光一扫，瞬间死死定在沈念成屁股底下那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上。两人同时倒吸凉气，铁柱惊呼这是黑毛野猪，跨过去看着被打得伤痕累累的野猪，满脸不敢置信。钱虎山快步走来，转了一圈，声音都劈叉了，问这是不是他干的？村里谁不知道沈念成是手不能提的懒汉，现在竟单枪匹马弄死100多斤野猪。沈念成大口喘气，抹了把脸上污渍，苦笑着说自己是被逼到绝路了，家里没吃的，媳妇饿晕了，再不进山弄吃的，俩人都得交代。碰巧这畜生落单，他拿老土枪呼了他眼睛，趁他撞树晕呼，拿木棍硬生生扎死，手都快震断了。他伸出双手，虎口崩裂的伤口往外渗着暗色液体，触目惊心。这下钱虎山不疑有他，现场痕迹清楚，白桦树被撞掉大块皮，树下一大滩挣扎痕迹，加上手伤和崩口土枪完全对得上。钱虎山用力拍他肩膀，说他命大，敢拿烧火棍拼命算个爷们，眼神多了几分敬佩。铁柱馋得直咽口水，催着赶紧弄回去，说这可是大肉。三人找粗树枝当抬杠，麻绳死死捆住野猪4条腿。钱虎山铁柱一前一后抬着，沈念成背土枪在旁边深一脚浅一脚往村里走。刚进村口，几只野狗闻见腥味疯狂叫唤，动静惊动了村里，家家户户木门嘎吱推开，裹着破棉袄的村民探出头。村民们议论纷纷，有人说那黑乎乎一大坨是啥玩意，有人猜是巡山打着野味了，又有人认出旁边跟着的不就是沈家懒汉吗？一群人呼啦啦围上来，眼睛直勾勾盯死野猪，哈喇子都要流了。缺有少肉的年头，100多斤野猪在他们眼里就是金山。钱虎山大嗓门把沈念成拼死杀野猪的事嚷了一遍，人群瞬间炸锅，看沈念成的眼神全从鄙视变震惊。沈念成心里跟明镜似的，物资归集体真追究起来，大队完全能全部没收，顶多记几个公分，但他豁出命弄来的怎么可能全交？他直接领着两人把猪抬到大队部门口。大队长张富贵正披黄大衣抽旱烟，一瞅见野猪烟袋差点掉地，德福叔正好在里面也跟着跑出来。张富贵磕烟袋，语气严肃问是不是他打的？沈念成大声说千真万确，这畜生在后山边缘转悠，保不齐下山祸害人，自己为村里除害，豁出命才弄死，故意咬中除害俩字。张富贵点头，看那肥膘咽了口水，说按规矩山里东西是集体的。沈念成打断他说规矩懂，这猪是拼命打的，家里媳妇还饿肚子等救命，他不贪，2条后腿加30斤好肉，大队长留下，算给村里除害的交代，剩下的拿回家救命。德福叔今天救他媳妇也得切一块还人情，这话滴水不漏，名义给集体，实际后腿进谁肚子大家心知肚明。张富贵眼睛一亮，觉得这懒汉开窍了事办的敞亮，直接拍板说行，算他立功了，媳妇病着大队不差这口，让他切了带走。沈念成动作麻利，挥起柴刀刷刷几下，卸下2条最肥后腿和一大块肋排留大队部，又切了足足5、6斤带皮肥肉，硬塞进德福叔怀里。德福叔推辞不过揣进羊皮袄，剩下少说60、70斤连猪头下水。沈念成找破麻袋一装扛肩膀上，顶着全村冒绿光的眼神大步流星回家，一脚踹开自家破院门，麻袋重重扔外污泥地上。里屋林婉晴听见动静吓一哆嗦，披破棉袄探出头，一眼看见血淋淋麻袋和满身血的沈念成，吓得脸刷白，腿一软差点瘫地，尖叫问他是不是杀人了。沈念成懒得废话，说杀个屁人，杀的是猪，直接解开麻袋，倒出大半扇野猪肉，红白相间的肉块，带粗黑毛厚猪皮和浓烈生肉腥气瞬间充斥整个屋子。林婉晴呆住了，死盯地上的肉，嘴巴张得能塞鸡蛋。下乡几年别说这么大堆肉，过年也就菜汤见几点油腥。沈念成吼他别愣着去烧火，今天关起门吃顿好。他扯掉满是硬血鞘的破棉袄，加了5点体质，力气惊人，抓柴刀直接从猪肚皮切下一大块最肥白板野猪肉，柴蛋半大，野猪肚子有肥膘，洗进铁锅，把切块板油扔干锅里，不一会温度上来滋啦爆响，肥白板油迅速萎缩，一汪清亮猪油瞬间涌出，在锅里翻滚冒泡，浓烈到发指的油脂香气像炸弹在狭小破屋炸开。林婉晴闻到味，手里干草直接掉地，死盯翻滚猪油狂咽唾沫，眼泪不争气在眼眶打转，这是刻在骨子里对脂肪的渴望。沈念成边吩咐他把门窗拿破布堵严实，别让味飘出去招人恨，边继续动手。他又切足足5斤5花3层野猪肉成拳头大方块，等板油熬成金黄油渣直接下肉，滋啦啦油锅翻腾肥肉油脂煸出瘦肉收紧变色，抓起系统给的粗盐撒一大把，切几片干葱姜扔进锅去腥，没酱油没糖，就是最原始粗盐炖肉，但这纯粹肉香足够让人疯狂。加满井水，盖上重木锅盖，趁炖肉把全麦面粉加水和面，他力气大，3两下揉得筋道光滑，等水开肉香熬出揭盖，把面团捏成厚实饼子，啪啪贴铁锅边缘，地道贴饼子炖肉，足足炖了半个多小时，水收干大半，浓稠肉汁裹大块猪肉咕嘟冒泡，锅边面饼底也烙出金黄酥脆硬巧，吸满肉汤精华。沈念成吆喝开饭，拿俩粗瓷大碗，一碗盛冒煎颤微微的肥瘦大肉块，一碗装俩吸满肉汁粗凉饼端到炕沿。林婉晴坐立不
不安半天，顾不上拿筷子，直接伸手抓烫手五花肉塞嘴里，烫得直吸气，死活不肯吐，用力一咬，油脂肉汁在口腔爆开，顺食道滑进干瘪胃里。他大口嚼肉，毫无形象，放声哭了，眼泪混着脸上灰尘流进嘴，连擦都不擦，拼命往嘴塞，一口肉一口吸满汤汁的饼子，吃得满嘴流油。沈念成端碗大口撕咬肉块，加体质后胃口像无底洞，5斤肉俩人风卷残云，连肉汤都用饼子蘸干净，吃饱喝足，肚子有厚实油脂垫底，身上热气呼呼冒，外头天黑透，北风呼啸，屋里暖和。林婉晴吃撑裹破棉被靠墙角沉沉睡去，嘴角带油腥。沈念成躺炕另一头睡不着，翻身下地走到外屋灶台边，拿烧过木棍趴灶坑旁土墙跟老鼠洞用力挖，摸出把落满灰尘干瘪像石子的陈年老玉米粒，这是白天生火时无意扫到的，擦干净重新回炕躺平闭上眼，意识进入农场，脑海轻微眩晕，意识直接出现在四四方方散发微光的空间，正好1分地，土壤呈极肥沃黑褐色，散发泥土清香，没风寒，只有恒定温暖光芒。沈念成走到中央蹲下，扒开松软泥土，把干瘪玉米粒一颗颗间隔按进土里盖严实，刚埋好最后一颗，系统机械提示音在空荡农场上方响起，检测到首次播种完成，作物生长加速功能已自动激活，泥土表面开始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沙沙沙沙沙。沈念成死死盯着眼前这片黑土地，原本平整的泥土表面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起小土包，紧接着一抹抹嫩绿芽尖钻出土，就跟电影按了快进似的，绿芽见风就长，手指高，半臂高，一人高，粗壮绿色秸秆拔地而起，宽大苞米叶层层舒展。沈念成甚至能听见植物拔节时那种嘎巴嘎巴的脆响，没几分钟秸秆腰部就拱出粗壮苞米棒子，顶端红缨迅速变暗，外层苞叶泛起成熟的枯黄，熟了。沈念成咽了口唾沫，大步跨进地里，伸手掰下个成人小臂粗的苞米棒，3两下扒开干皮，里面全是金灿灿颗粒饱满的大苞米，透着股新鲜粮食香。这开心农场的加速功能太不讲理了，昨夜随便抠出来的几把干瘪种子，不到1顿饭功夫全成了上好斤粮。沈念成毫不客气甩开膀子疯狂收割，加了5点体质干这点活连气都不喘，不到20分钟苞米全掰下来，堆在旁边像座金灿灿小山，少说也有200来斤。有了这堆苞米，在这缺吃少穿的71年，他和林婉晴彻底饿不死。意念一动，连苞米带秸秆全扫进随身储物空间，只留几根攥手里，心神一退，意识回到破屋土炕上。天蒙蒙亮，白毛风刮了一宿停了，屋里冷得能把尿冻成冰棍。沈念成身上却热乎乎，有5点体质打底，这几十度温差根本不算事。看眼炕头，林婉晴全在破被里睡得正死，昨晚那顿大肉加饼子算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翻身下炕，轻手轻脚到外屋，就着灶坑炭火星子添瓢水，把带出的4根大苞米扔进锅煮，水一开，甜香飘满屋，捞出2根顾不上烫，3两口啃干净，香甜软糯滑进胃里，浑身舒坦。剩下2根盖锅里保温，拿破布把昨晚剩的几十斤野猪肉盖严实，推门出院。大雪封山地里停火，但昨天打死野猪，今天必须去公社交差。沈念成踩着莫西积雪直奔大队部，大队部院里老码头赶着村里唯一一辆破牛车等，车上铺干稻草，扔着扒下的黑毛野猪皮，装猪头的麻袋和10几斤边角料。大队长张富贵抄手站车旁抽旱烟，见他过来磕了磕烟带锅。张富贵板着脸说昨晚肉吃的香不香，全村都闻见他家猪油味了。沈念成咧嘴凑过去说也是怕肉放坏了，钱虎山他们昨天出力，自己总得填填肚子，今天才有力气去公社交差不是。张富贵让他别耍贫嘴，说这些是集体财产，让他跟老码头去公社收购站，把皮子碎肉交了，给的钱票原封不动拿回大队记公分，这事办砸了就开全村大会。沈念成一口答应，手里有钱票，不去供销社换点过冬家当，他和林婉晴还得挨冻。沈念成翻身上了牛车，坐稳出发。马里爬上牛车，一屁股坐干草上，老码头扬鞭甩个脆响，老黄牛拉着破木轱辘车嘎吱嘎吱撵着厚雪壳出村。白桦沟村到公社15里土路，路面全是冻硬的深车辙和冰包，牛车没减震，木轱辘砸冰包上发出剧烈撞击声。沈念成感觉五脏六腑快颠散架了，硬撑2里地，胃里翻江倒海，昨晚的肥肉和苞米全涌到嗓子眼，他死抓车帮子，脸色发白，让老码头慢点说，再颠肠子都吐出来了。老码头说慢不了，天黑前赶不回，俩人都喂狼。就在沈念成被颠得七荤八素时，机械提示音在脑海炸响，系统检测到宿主完成克服婴儿晕动症，发放10斤猪板油，已自动存入随身储物空间。沈念成猛闭嘴，硬把酸水咽回去。坐破牛车颠2下也算婴儿晕动症，不过他顾不上吐槽，意念急不可耐探进空间。灰蒙蒙角落凭空多出大坨白花花油腻腻的东西，一整块毫无杂质肥厚惊人的上等猪板油，足足10斤，散发新鲜脂肪气息。10斤纯猪板油在这年代是战略物资，熬荤油能吃大半年，炒白菜放一勺香的人吞舌头，恶心劲瞬间飞9霄云外，恨不得让老码头再快点颠。风雪里颠了2个多小时，终于看到公社大平房。收购站在镇西头院里弥漫生皮和脂肪腥臭，两人把东西扛进屋，里面生着大铁炉子，柜台后站着戴黑套秀圆眼镜的干瘦何家园，是个出了名的铁公鸡。何家园推眼镜看地上东西皱眉，是大草甸子的任务猪吗？怎么就一张皮和破猪头肉呢？沈念成上前语气硬邦邦说，野猪伤人被土枪打死，肉村里分了剩下的带过来。何家园冷笑抖开野猪皮，一眼看见脑袋上窟窿和背上大洞，这品相县制革厂人家都不要，次品中的次品顶多给5块。
块，破肉加猪头算3块，一共8块，爱交不交？他把皮子往柜台一扔，老码头急了，说这是黑毛野猪皮，厚实着，冯能做皮袄，怎么才给8块？何家元翻白眼说嫌少，拉回去自己吃。沈念成冷脸一把按住野猪皮，5点体质压迫感加狠劲瞬间爆发，这皮子除了脑袋背上一点，剩下连划痕都没，油光水滑，做2双好皮靴绰绰有余，硬压成次品差价，是不是准备进自己腰包？何家元脸色大变，拍柜台骂他敢污蔑公家人员。沈念成冷笑，双手撑柜台，身子猛前倾，带着满身煞气直扑何家元的脸。这野猪是自己亲手拿木棍一寸寸捅死的，信不信现在拿着皮子去县武装部找领导评理，问问为民除害打死的野猪皮是不是就值5块？何家元被这凶狠眼神和煞气吓得倒退撞货架上，看着那破棉袄的黑色印记，喉结狂滚，敢拿命跟野兽拼得很，茬子惹不起，赶紧服软说看在为民除害份上，皮子算2等给12块，肉和猪头算6块，一共18，外加2张布票，1斤棉花票，这是最高价了。他擦着冷汗变了脸，18块加极难弄的布票棉花票远超张富贵预期。沈念成敲了敲柜台说开条拿钱，拿了钱票直接塞贴身内兜，根本没打算给老码头。老码头张张嘴慑于那股狠劲没敢出声。沈念成丢下话说让老码头看好牛车，他去供销社买点东西回来找他。兜里一共70块巨款和一堆要命票据，家里连像样被子都没，必须大采购。公社供销社在繁华街上，推开厚重棉门帘，混杂廉价香皂和煤烟味的暖空气扑面而来，人不少，玻璃柜台擦得锃亮。沈念成目光直扫最里面棉织品柜台，高落着几床崭新大红牡丹厚棉被，旁边摆着成卷青色粗布。他大步走过去站柜台前，柜台后站着30多岁女售货员，穿蓝的确凉烫卷发，下巴有带毛黑痣，正嗑瓜子跟同事聊天。沈念成屈指在玻璃柜台敲2下，让他把那床大红花面厚棉被拿下来看看，那卷青灰粗布给他量2丈。卷发售货员头都没回，眼皮撩了一下，目光在他身上扫一圈，破露黑棉絮的烂棉袄沾着黑色污迹，粘鞋露脚趾，浑身散发穷酸气味。他眉头立刻拧成大疙瘩，手里瓜子皮直接啐在柜台外地上。敲什么敲？敲碎了赔不起。那被子全棉的8块钱，还得2斤棉花票，那青布3毛1尺，是要饭盲流子买不起，赶紧滚出去，别把玻璃熏臭。说完拿起柜台抹布，嫌弃的挥了挥像赶苍蝇。那尖酸刻薄的声音在供销社格外刺耳，旁边几个买火柴打酱油的乡下人纷纷转头看着一身破烂污迹斑斑棉袄的沈念成，眼神带着同情和避嫌。这年头供销社售货员是8大员之一，端着铁饭碗，眼睛长头顶上，谁敢惹？沈念成没动怒，连眼皮都没眨，跟这种狗眼看人低的货色废话是浪费吐沫星子。他直接把手伸进贴身内兜，摸出10几块钱，连带50块大钞和一堆票据，一把全抓出来，啪一声闷响。沈念成把那厚厚一沓钱票结结实实拍在擦得锃亮的玻璃柜台上，最上面5张崭新的10元大钞在供销社里简直晃瞎人眼，底下压着花花绿绿的工业券、布票、棉花票、肉票，散发着一股财大气粗的狠劲。供销社瞬间安静，打酱油的几个人倒吸凉气，眼珠快瞪掉地。50多块钱，一个农村壮劳力，累死累活干1年底分红10块8块就算复活。这小子穿的跟叫花子似的，随手能掏出这笔巨款。卷发售货员手里准备轰人的抹布僵在半空，下巴带毛黑痣剧烈抖了2下，刚翻上天的白眼瞬间瞪溜圆。沈念成身子往前一压，带着满身煞气和刚杀过野猪的腥味，冷冷盯着他，眼睛要是喘气用的就别长了。现在给他拿东西，大红花面全棉厚被子拿2床，青色粗布扯2丈，另外货架上印大红喜字搪瓷盆拿2，暖水壶一个，手电筒一个，配4节干电池，一口气爆出大串东西，连磕巴都没打。卷发售货员如梦初醒，脸涨得通红，哪还敢嚣张，手忙脚乱扔了抹布，转身去货架拿东西，让同志稍等，这就给拿。赶忙堆笑，变脸比翻书还快。虽是公家买卖，但也有销售任务，碰上随手掏大钞的主顾绝对是财神爷。不一会，柜台堆起小山，2床厚实大红花棉被散发新棉花阳光味，2丈青布叠得整齐，搪瓷盆撞得叮当响。沈念成粗略扫一眼，转头冲旁边副食品柜台喊：大力盐来5斤，火柴10盒，酱油醋各打1斤，再给他称2斤玉兔奶糖。一听玉兔奶糖，整个供销社看他的眼神全变敬畏，城里领导干部才吃得起的高级货，这小子一张嘴就是2斤。东西凑齐堆满柜台，卷发售货员拿算盘噼里啪啦拨弄直冒汗，算好几遍才抬头满脸堆笑，小心翼翼报价：2床被子16块2斤棉花票，青布2丈6块2丈布票，暖水壶、搪瓷盆、手电筒、电池一共9块5，2张工业券，副食奶糖5块8，总共37块3毛，票据若干。沈念成心里飞快过了一遍账，加了5点体质，脑子转得飞快，简单加减法根本不用算盘，一过脑子就清楚，一分不差点钱。抽出4张大团结，连带票据往前一推，刚推出去，机械提示音准时响起，系统检测到宿主完成算术启蒙，发放布票10尺红旗香烟2条，已自动存入随身储物空间。沈念成嘴角一抽，算清几10块账就是算术启蒙了。不过这奖励真大方，10尺布票加2条红旗，这年头红旗香烟是绝对硬通货，拿来送礼办事比塞钱都好使。售货员麻里找零，把一堆东西用大麻绳捆结实。沈念成把零钱揣兜，一手拎2大捆被子布匹，一手拎网兜装的杂物，大步流星出了供销社。背后卷发售货员长出一口气，腿一软，差点瘫柜台后。外头风雪又大起来，老码头正缩脖子蹲牛车旁抽劣质烟，一抬眼看见沈念成大包小包出来，东西堆得比人高，眼珠差点瞪出，惊呼他是不是去供销社抢劫了？沈念成说抢啥劫买的，走过去重重往牛车一扔。老码头看崭新大红花棉被和搪瓷盆，很咽唾沫，赶一辈子牛车家里也没盖过这么厚新被子，追问他哪来这么多钱，说收购站那点野猪皮顶多换10几块。沈念成一屁股坐牛车，拍拍车帮子，不该问的别问，赶紧赶车回村，趁天没黑透，别把老骨头交在路上，兜里有钱有底气，说话硬气。老码头被噎了一句不敢多嘴，赶紧爬上车
车扬鞭子，老黄牛拉着满载货物嘎吱嘎吱踏上回村土路。车上多铺2床后背垫底，沈念成坐在上面没来时颠簸，浑身热乎乎。回到白桦沟村，天色擦黑，各家屋顶飘起炊烟，大雪封门。村里闲着没事的女人聚在村口老水井避风处，那鞋底扯闲篇，听见牛车咕噜声，一群女人抬头，有人眼尖瞅见鲜艳红色，走近了，女人眼睛瞬间直了，议论声炸开，说是大红花棉被2床，那后室竟塞了多少新棉花，青布那么大一卷，红喜字搪瓷盆供销社卖2块多一个呢。又有人认出车上那是沈家懒汉，说昨天刚打死野猪，今天去公社卖钱了。一群女人呼啦啦围上来，眼睛冒绿光，恨不得用眼神刮层皮。沈念成居高临下扫一眼，原主穷时这帮长舌妇没少编排，连林婉晴也骂成破血，现在看到好东西眼珠快掉下来了。陈寡妇堆笑凑上来，伸手想摸新棉被，说她发大财了，是不是要重新办酒席？沈念成一把拍开，冷着脸，别乱摸，黑泥蹭脏了赔不起，让老码头直接赶到他家门口。牛车在女人复杂目光中停在破院门前，沈念成跳下车把东西扛进院，老码头调转车头去大队部交差。村口女人彻底炸锅，有人骂他神气什么，走狗屎运打死头野猪，真当自己万元户了。有人酸溜溜说林婉晴那狐狸精算掉伏窝了，昨天吃肉今天盖新被子，真没天理。以前林婉晴被踩在烂泥里，现在过得比大队长家都好，反差太大，像猫抓心。沈念成不管外面嚼舌根，踹开屋门，把大包小包扔外屋土炕沿，喊林婉晴出来拿东西。里屋门嘎吱开了，林婉晴披破棉袄，脸色比昨天红润，但依然瘦，走出来一眼看见堆成小山的物件，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眼睛瞪大，呼吸停顿，声音发抖，问哪弄来的？他第一反应是恐惧，这得花多少钱？不会抢了供销社吧？沈念成抓起青布扔他怀里，说瞎寻思什么？昨天打野猪除了大队留下的，剩下的拉公社卖了，拿命换的钱买的，干干净净。林婉晴抱着沉甸甸青布，手指哆嗦，粗布纹理在手心摩擦，真实无比。又看旁边散发新棉花香的大红被子，下乡以来睡的是发霉黑烂棉絮，连件像样衣服都没，现在新东西真切摆在面前，眼泪刷的涌出来，死咬嘴唇不哭出声，眼泪吧嗒吧嗒砸在青布上。沈念成最见不得女人哭，粗声粗气让她把眼泪擦了，让她拿布趁这2天没火，给自己和她做2身厚实棉衣棉裤。这破棉袄穿身上像冰窟窿漏风。他扯开捆绳，把2床大花被抱进里屋，直接铺烧热土炕上，新棉被一铺，整个破屋多了一抹喜庆大红。把新铁锅洗刷换上，搪瓷盆暖壶摆炕头柜，看着总算有点人气的家，沈念成长出一口气，有了这些物资加空间苞米猪板油，冬天彻底稳了。外头天黑，透风声呼啸，窗户纸哗啦响。沈念成脱鞋盘腿，做新被子热炕头，感觉骨头都放松了。林婉晴在外屋借没有灯光摸青布，舍不得放下，日子总算有盼头。就在沈念成准备躺下舒舒服服睡个热乎觉时，突然村口传来极其刺耳铜锣声，当当当当，铜锣震天响，节奏急促像催命。紧接着大队长张富贵破锣嗓门，混着风雪声凄厉在村子上空炸开。张富贵声嘶力竭喊抄家伙，狼群下来了，直冲牲口棚去了。当当当当，破锣声夹着张富贵凄厉嗓门在狂风暴雪里炸开。沈念成像装了弹簧，猛地从新棉被热炕上弹起，加了5点体质，反应速度和爆发力远超常人。林婉晴吓一哆嗦，手里青布掉在炕上，脸白的像纸。这年头半夜敲大队铜锣，绝对是要命大事。狼下山了，冲大队牲口棚去的。白桦沟村就指望牲口棚的牛猪过年春耕，被祸害了，明年全村都得喝西北风。他扯过带着污渍的破棉袄，3两下套上，大步跨到外屋，抓起墙角老土枪。昨天开了1枪还没清理，初级枪械熟悉，让他闭眼都能玩出花。拿通条飞快捅进枪管，倒进烘干黑火药，死死倒实。抓一大把粗铁砂，3颗钢珠塞进，垫上破棉絮压紧，掰下击锤套上火帽，火药罐、铁砂袋全塞棉袄，都砍柴，破刀别后腰。他扭头吼林婉晴把门顶死，不管听见啥谁敲也别开。林婉晴连连点头，连滚带爬下炕，抱起粗木棍冲到外屋。沈念成一把推开院门，扎进黑漆漆风雪里。外头冷得邪乎，北风像刀刮，但他气血翻涌，有5点体质撑着，感觉不到冷。2条腿在莫西雪地趟得飞快，直奔村东头牲口棚。村里早乱套了，汉子们举火把拿铁锹粪插，大呼小叫往东跑，女人孩子全躲屋里死顶门不敢喘气。还没到就闻到极其浓烈的腥味，混着野兽骚臭。牲口棚火光冲天，沉闷枪响，民兵连长钱虎山手里不齐枪开火，他声嘶力竭吼着让打，狠狠打，别让畜生靠近牛圈。沈念成冲到近前，现场乱成一锅粥，5、6头硕大灰黑野狼围着木栅栏疯狂撕咬，恶风的绿眼珠在火光下透着骇人凶光。一头极其强壮的独眼狼咬断栅栏，挤进大半身子，撕咬一头大肥猪后腿往外拖，大肥猪发出7毫黑色血迹淌一地。10几个民兵壮劳力举火把粪叉往前冲，却不敢太近。老林子狼极狡猾，躲开粪叉反口就能咬人。铁柱端老套筒手抖成筛糠，连开2枪全打天上。大黑天风雪大火把照不远，狼窜进暗处啥都看不清。铁柱急得直跺脚，不行，太黑看不清，这帮畜生滑溜像泥鳅，子弹全打空了。沈念成躲草垛后眯眼看，确实太黑。狼在雪地黑夜是天然刺客，打阵地战村民吃大亏，一旦被咬伤拽倒凶多吉少，必须站高处。他目光一扫，盯上旁边堆干草的高脚木楼，3米多高，视野开阔，能俯瞰全院。侧面靠着结冰碴的破木梯，沈念成没丝毫犹豫，毛腰借风雪掩护冲到梯下，土枪往后背一跨，双手死抓冰凉横梁，双腿猛发力，5点体质爆发力恐怖像陵园，手脚并用蹭蹭几下爬上3米高木楼顶，刚翻上去趴在积雪干草堆，机械音瞬间响起，系统检测到宿主完成手脚并用攀爬，发放夜视能力+1，能力已自动融合入双眼。沈念成只觉双眼一阵温热，像被热毛巾狠敷，再睁眼世界全变了，黑漆漆的夜空瞬间清晰，景物轮廓雪壳反光全看得分明，几十米外狼身上灰毛清清楚楚，印在视网膜上，像戴了军用夜视仪。
这因而系统奖励永远这么及时。有了夜视底下疯狂走位想偷袭的野狼，在他眼里就像脱光了在雪地裸奔。他一把拽下土枪架木楼边缘，枪托死顶右肩，底下独眼狼一把猪彻底拖出栅栏，准备咬断脖子。旁边两头狼转身呲惨白獠牙，对准举奋插冲来的钱虎山，后腿深扎雪里准备扑击。沈念成冷笑，大拇指压击锤，枪口微沉，准心在夜视加持下死死锁定准备扑钱虎山那头狼的腰椎。狼这畜生铜头铁骨豆腐腰，打腰最致命，距离不到20米，他毫不犹豫扣扳机，轰！刺眼橘红火舌从3米高木楼喷出，震耳枪声压过狂风，粗大铁砂混钢珠如铁雨居高临下照去，准备扑击的野狼凄厉惨叫，后腰直接被铁砂击穿，后腿瞬间失去知觉，庞大身躯在雪地像破麻袋滚了好几圈，口吐白沫不住抽搐，再也站不起来。底下人全镇住了，钱虎山猛回头冲木楼大吼：“谁在上面放枪？打得好！”沈念成没空搭理，动作快出残影，枪口一收，枪托出草堆，右手飞快掏黑火药刀进枪管，通条捅塞铁砂压实上火冒，装弹行云流水，不到10秒。独眼狼反应过来，仅剩的绿眼珠凶狠盯木楼喉咙发低吼，他松开猪放弃村民后腿，猛蹬朝木楼怒主狂扑，锋利爪子死抠木头，竟想顺柱子往上爬。畜生挺记仇，端起刚装好弹的土枪，距离太近几乎垂直向下，根本不用瞄准，枪管直指顺柱子往上爬的独眼狼硕大脑袋。轰！又是一声惊天巨响，夜视下清清楚楚看到废旧轴承钢珠，带狂暴动能瞬间轰碎独眼狼天灵盖，红白脑浆黑血在半空炸开，独眼狼连惨叫都没发出，像断线风筝，直挺挺从柱子砸下，砰的一声摔进血窝死透了，连开2枪，枪枪毙命，死一头废一头。狼群是极聪明的动物，发现对手火力能瞬间秒杀，对死亡的本能恐惧立刻压倒饥饿，剩下4、5头狼见头狼爆脑袋瞬间慌神，喉咙发惊恐，呜咽夹起尾巴，顾不上地上的猪，转头往村外黑暗疯狂逃窜。底下民兵村民举火把疯狂欢呼喊，狼群跑了，打死2头大胜仗。钱虎山擦把冷汗，提枪跑木楼下仰头喊，问楼上哪个兄弟枪法太神了。沈念成没吭声，他保持趴草堆姿势，泛着微光的双眼死死盯着狼群逃跑方向，有夜视能力能看清几百米外。这群狼老巢一直在北边深山老林，偷袭失败绝对会顺原路逃回北山，可现在视线里几头狼根本没往北跑，他们夹着尾巴拼命顺村外西边荒地狂奔，边跑边惊恐频频回头看向北面黑压压的深山树林，那姿态根本不是撤退，而是逃命。在他们眼里，那片世世代代栖息的北山深处，仿佛正隐藏着什么比火把土枪更致命的怪物，硬生生把这群丛林杀手赶了出来，宁可进村抢猪，也不敢在山里多待。沈念成伸手摸出兜里火药罐子，默默给发烫的土枪重新装填弹药。天刚蒙蒙亮，白桦沟村雪地乱糟糟的，昨晚打死2头狼，大队长张富贵兴奋的一宿没睡，正指挥民兵把死狼往大队不拖，准备剥皮蟹肉。沈念成趁没人注意，从木楼背面雪堆跳下，溜出人群。他没回家，紧攥装好火药的老土枪，顺村西隐蔽土沟，直奔北山老林。昨晚狼群逃跑的恐惧姿态像刺扎在心里，能把恶狼吓成那德行，后山绝对下来个了不得的霸主。这东西离村近，随时下山叼人，到时候别说牲口，村里半大小子都得遭殃。积雪莫稀，沈念成深一脚浅一脚往山里摸，加了5点体质，走山路不觉费劲，越往林子深处越安静的邪门。大清早连野鸡扑腾松鼠乱窜的动静都没，沈念成肌肉本能绷紧，活物全被极危险气息压制了。初级枪械熟悉带来对危险的野兽直觉，他端着枪在一片白桦林边缘停下，雪地上的痕迹让他瞳孔猛缩，不是昨天那种被风雪模糊可以自我安慰的提议，这一次是清清楚楚无比巨大的梅花脚印，4个粗壮脚趾深深压进硬雪壳，留下半寸深的槽，后面是比成人巴掌还大的宽阔肉垫印，每一步跨度都超过1米，脚印边缘雪渣锋利，没有丝毫融化，绝对是天亮前不久留下的。沈念成蹲下身，伸手比了比脚印，自己的手掌放进去连边都碰不到，心脏砰砰擂鼓。这回不是风吹雪填的错觉，不是什么野猪蹄子，能在关外老林子留下这种尺寸梅花印的只有一种东西，东北虎，而且是一头成年大虎。他缓缓站起身，端枪退了半步，手里这填铁砂的老土枪打野猪都费老命，碰上3、400斤的成年东北虎就是根烧火棍，顶多给老虎塞牙缝前听个响。但虎宗就在村子后山，昨晚狼群就是被这头虎从北山赶出来的，才不得不下山抢猪。狼群知道进退，可东北虎是丛林绝对霸主，饿极了什么都吃，万一这畜生循着牲口棚的腥味摸下山，全村人家一起都不够他拍的。沈念成咬了咬牙，没继续往深处走，他不是莽夫，现在的实力硬扛东北虎纯属送死，但这个情报必须带回去。他最后看了一眼延伸进密林深处的巨大梅花脚印，转身快步顺原路往山下撤，边走边在心里盘算，体质还得继续加，系统的奖励得想办法疯狂触发，枪也得换，这破土枪对付野猪勉强够用，面对东北虎起码得弄到钱虎山那种50-30步骑枪级别的家伙才有一战之力。而在他身后的密林深处，2棵核爆粗的老红松树干上，4道深深的平行爪痕像刀刻一样嵌在冻硬的树皮里，新鲜的木屑还没被风吹散，那是一头成年东北虎魔爪留下的领地标记。沈念成快步回到村里，路过大队部时张富贵正指挥人扒狼皮，看见他招手喊过去，说昨晚木楼上开枪的就是他吧，2枪打死1头，打废1头，给村里立了大功，准备给他记一等功分。沈念成点头没多说，他心里惦记着后山虎宗，但现在不能说，这是一旦传开全村炸锅，慌乱之下搞不好有人拿粪叉组团进山送死，得先想好应对再说。回到自家院子，推开门，林婉晴正蹲在灶台前烧火，灶坑里火烧的旺堂，看见他回来一脸紧张，问外面怎么样了，狼打跑了没？沈念成说打跑了，打死2头没事了，让他别担心。林婉晴明显松了口气，他指着灶台上热气腾腾的锅说煮了苞米，让他趁热吃。沈念成看了他一眼，发现这女人换了身打着补丁蛋洗得干净的旧衣裳，头发也拿布条扎了起来，虽然瘦但眉眼间有了精神气，跟昨天那个缩
缩在破被子里等死的模样判若两。他拿起一根煮苞米3两口啃了。林婉晴在旁边犹豫半天，低声说他看了那2丈青布，够做2身厚棉袄2条棉裤，但家里没棉花，光有布也不行。沈念成想起系统给的1斤棉花票还在兜里，加上收购站换的1斤棉花票，一共2斤。他从内兜摸出棉花票递过去，说拿着下回去供销社买棉花。林婉晴接过票据，手指颤抖。他抬头看着沈念成的眼神彻底变了，不再是刚嫁过来时的恐惧和认命。这个男人3天之内杀了野猪，打跑狼群，买回新被子新布料，跟记忆里那个非打即骂的懒汉根本不是同一个人。沈念成被他盯得不自在，粗声粗气说看啥看，赶紧把灶坑火烧旺点，屋里还冷。林婉晴低头，嘴角微微弯了一下，转身往灶坑里添柴。夜里林婉晴在新棉被里睡熟了，沈念成躺在炕另一头翻来覆去，后山那串巨大梅花脚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他闭上眼，意识进入开心农场，1分地的黑土上苞米秸秆已经收割干净，只剩光秃秃泥土。他从储物空间取出几颗苞米粒，重新埋进土里，沙沙声响起，嫩芽飞速冒出，拔节抽穗结棒。不到10分钟，又是一茬金灿灿的苞米成熟了。沈念成掰完苞米全收进空间，算了算存货，空间里现在有400多斤苞米，60多斤野猪肉，10斤猪板油，5斤面粉，半斤玉兔奶糖，2条红旗香烟，加上70多块现金和一堆票据。这批物资在71年的农村算得上小地主级别，但面对后山那头东北虎，这些东西全是浮云。他1年退出农场，睁开眼盯着黑漆漆屋顶，必须尽快触发更多系统奖励，把体质拉到能跟猛兽正面刚的水平，还得想办法弄到真正的好枪和足够弹药。明天去一趟大队部找钱虎山，以打狼立功的名义，看能不能从民兵连借到一把53式步气枪，实在不行就拿红旗香烟和肉去疏通关系。这年头枪是命，但命也得看值不值。沈念成翻了个身，闭上眼，窗外北风呼啸，雪花扑打窗户，纸哗啦作响。后山深处的密林里，那头成年东北虎正蹲踞在被爪痕标记的老红松下，琥珀色树丛在月光下泛着冰冷幽光，硕大的脑袋朝着白桦沟村的方向微微转动。他闻到了牲口棚飘来的浓烈腥味，积雪莫稀。沈念成深一脚浅一脚往山里摸，加了5点体质，走山路不觉费劲。越往林子深处越安静的邪门，大清早连野鸡扑腾、松鼠乱窜的动静都没，活物全被极危险气息压制了。沈念成肌肉本能绷紧，初级枪械熟悉带来对危险的野兽直觉。他端着枪在一片白桦林边缘停下，眼前的雪地赫然出现一长串脚印。沈念成走过去，蹲下，死盯痕迹，倒吸冷气，这绝对不是野猪，一个个巨大梅花印有洗脸盆那么大，前4个粗壮，脚趾深陷血壳，后面是宽阔肉垫，边缘锋利，能清晰看到雪被爪尖切开的口子，脚印跨度足有1米半，旁边还有条深深拖拽痕迹，像钢鞭划过雪地，那是老虎尾巴留下的印子。走到旁边合抱粗红松跟前，距地1米多高树皮被利爪撕得稀烂露白木，空气弥漫刺鼻浓烈骚臭的野兽尿味，这是东北虎在用尿液抓痕标记领地。沈念成喉结狂滚，看抓痕高度和脚印深度，这绝对是头成年野生东北虎，体重起码400-500斤，真正的丛林之王，名副其实的山神爷。标记领地距村不到2里地，这畜生顺狼群位找下来，随时可能摸进村。他大脑飞速运转，回村报信的话，张富贵肯定拉民兵连乱枪打走，甚至打死。但这400-500斤老虎就成集体战利品，跟他沈念成半毛钱关系没有。更重要的是杀100来斤野猪，系统就爆出开心农场50块现金和5点体质的史诗奖励。要是单枪匹马弄死成年东北虎，得爆出什么逆天东西？富贵险中求，饿死人的年代手里没底牌护不住家。沈念成一咬牙打定主意自己干，但拿破土枪跟400-500斤东北虎对狙是脑子被驴踢，铁砂打不穿厚皮毛反倒会瞬间激怒他，必须挖陷阱。他立刻行动，转悠一圈，在2道雪岭中间找了个天然漏斗洼地，3面陡峭土坡只有1面能进，是老虎巡山必经之路。没带铁锹就用后腰破柴刀，砍手腕粗硬木削成扁铲，在洼地中央疯狂开挖，4-9天冻土像铁锭，一刀下去只留白印，震得虎口发麻。沈念成骂了一句硬骨头也得啃，脱破棉袄光膀子露精壮肌肉，5点体质狂暴力量全开，双手握木铲柴刀像打桩机疯狂凿击冻土，冰茶黑泥4件打在脸上胸口，混着热汗结成泥壳。挖足2个多小时，一个长宽2米深3米的深坑成型，刚把最后一铲扔出坑外，大口喘粗气，机械音准时蹦出，系统检测到宿主完成挖坑动作，达成玩泥巴小能手成就，发放体力恢复药水1瓶，已自动存入随身储物空间。沈念成差点气乐，冰天雪地挖3小时，手快磨出骨头，你管这叫玩泥巴小能手？不过奖励真香，意念一动，手里多出拇指大玻璃瓶装深蓝液体，保命玩意没舍得喝，小心塞贴身内兜。坑挖好还得布置杀招，爬出坑挥刀砍10几根白桦树枝，一头削尖，一头深砸坑底冻土，10几根尖刺朝上像倒插刀鳞，最后下诱饵。老虎聪明，死肉骗不过，必须带浓烈腥味。意念沉入空间，空间时间静止，带腥的野猪头和一大挂腥臭内脏拿出来，还带着热气，找细长柔韧树枝把猪头肠子死死绑一头，另一头压坑边石头下，让猪头悬空掉陷阱正上方，浓烈腥味随北风飘散。接着找细软枯枝干草，小心搭坑口，撒层厚浮雪，外观和雪地没区别，只有半空野猪肉显眼。布置完仔细清理脚印气味，退到几10米外大树后，万事俱备，只等虎来。怕林婉晴着急和大队长起义，不敢久留，穿棉袄顺原路摸回家。连2天风平浪静，狼没敢露头，村民当被打怕了。只有沈念成知道夜里北风吹来，野兽骚腥味越来越浓。第3天夜里，北风停，天上挂惨白月亮，积雪反光，村里静悄悄。2人躺新棉被，林婉晴吃好穿暖，脸上有肉睡得沉。沈念成睁眼死死攥土枪听动静。后半夜凌晨3-4点，一声极其恐怖震耳的咆哮从后山深处炸响，不是嗓子喊的，而是胸腔极低沉共鸣，带着实质冲击波穿透门墙，砸在心脏。屋顶后雪哗啦啦掉，村里野狗瞬间没
动静，加尾巴死钻柴堆，连呜咽都不敢。沈念成翻身下地，鞋没穿好，抓起土枪柴刀。林婉晴阵型猛坐起，直哆嗦，问咋了啥声？沈念成低吼让他别出声，带被窝把门插死，一把推开门，像黑闪电冲进月色，顺村西土沟朝陷阱狂奔。夜视在月光下发挥极致，一草一木清晰，越近洼地腥骚越重。放慢脚步，心跳如鼓，大拇指压击锤，毛腰挪到边缘，探半个脑袋，目光瞬间锁定深坑。下一秒，整个人僵住，冷汗刷的湿透后背。陷阱还在，树枝浮雪完好，没踩踏痕迹，但悬挂上方的野猪头肠子不见了，绑诱饵树枝被齐刷刷咬断。老虎没掉坑，他看穿机关，凌空取走诱饵，陷阱失败。沈念成猛端平土枪手，直死扣扳机，目光四周疯狂搜索，地上除了梅花脚印没老虎影子，400-500斤庞然大物吃诱饵凭空消失。就在这时，一滴温热粘稠液体从半空滴落，正好砸玻璃，带着极其浓烈腥臭和野兽口水味。沈念成瞳孔缩成针尖，汗毛根根炸立，僵硬脖子一点点抬头，顺树干往上看，头顶正上方不到3米的水桶粗红松横叉上蹲踞着一个体型庞大黑黄相间的恐怖身躯，400多斤重量压得树杈微弯，钢边粗大虎尾顺树杈无声垂落半空清扫。老虎嘴里叼着嚼烂野猪头，黑色液体顺惨白獠牙滴下，一双比铜铃大黄褐眼珠在黑暗透着冰冷残忍，正居高临下死死盯着沈念成的脸。3米高树杈上巨大东北虎没发一声低吼，冰冷黄褐眼珠死死盯底下沈念成。紧接着老虎大嘴一张，吧嗒一声，嚼稀烂的野猪头带粘稠血水直接砸在沈念成脚边血窝。下一秒老虎动了，没前摇没咆哮，400-500斤庞然大物像座黑黄肉山带刺鼻腥风，直接从树杈凌空扑下。太快了，这畜生距离算得死死的，巨大身躯半空舒展，两只前爪探出，10根金刚般的倒钩利爪全弹出，直奔沈念成脑袋肩膀。这要是扑正了脑袋，瞬间得被拍碎。沈念成眼珠瞬间充血，汗毛倒数，生死一线0点几秒，初级枪械熟悉和5点体质反应力救了命，根本来不及把枪托顶肩膀瞄准，全凭肌肉记忆，双手端平老土枪，枪口猛往上一抬，迎着扑来的巨大虎脸，大拇指死压击锤，食指狠扣扳机，轰！震耳枪声在老林炸开，枪口喷出脸盆大橘红火光。东北虎极其狡猾，半空看到火光瞬间竟硬生生扭了下水桶粗的腰，原本该轰灭门的一大把铁砂钢珠带狂暴动能全狠砸老虎左肩，老虎发出凄厉惨叫，后视虎皮直接被钢珠撕裂，大片皮肉打得血肉模糊，黑红鲜血半空爆成血雾。但老土枪威力太小，打成年东北虎后视肌肉根本没伤骨头，反而彻底激怒丛林霸主。老虎庞大身躯带惯性像失控卡车狠撞沈念成身上，沈念成只觉胸口像被大锤抡正，嗓子一甜，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被恐怖力量撞得双脚离地倒飞出4-5米，老土枪脱手掉进深血，没等落地废了半边肩膀的老虎以落地借力再次疯狂扑来，一人一虎重重砸雪地，顺洼地陡坡往下滚，积雪飞溅，枯枝冰碴呼一脸，老虎沉重身躯死压在他身上，张血盆大口带腐肉腥气直奔沈念成喉咙咬下。沈念成拼老命抬左臂死死一挡，小臂骨横卡老虎上下颚尖，咔嚓，锋利牙齿瞬间咬穿破棉袄袖子，深刺进左臂肉里，巨大咬合力勒的臂骨发出牙酸摩擦声，要不是5点体质撑着胳膊就得齐根断。沈念成怒吼，右手在雪地疯狂乱抓，老虎见没咬死，左前爪猛抡起，照沈念成右肩狠拍下，千疮百孔的破棉袄像纸糊瞬间撕碎，几根锋利虎爪像烧红铁钩，毫无阻碍穿透肩膀肌肉，深卡进锁骨缝隙，钻心剧痛席卷全身。沈念成眼前一黑，力气仿佛顺伤口往外抽，滚烫虎血和自己的血混一起，把身下雪地烫出巨大红窟窿，拼了不拼就是死。右手摸后腰，瞬间碰到别在腰上锋利猎刀，这是切野猪肉的刀刃磨得飞快，一把抽出猎刀，虎爪还卡在肩膀，巨大虎头就在眼前，热气喷脸。沈念成咬碎后槽牙眼角瞪裂流血，放弃防御，右手反握猎刀，用尽最后力气，对准老虎下巴底最柔软的白色咽喉狠狠捅进，噗嗤，大半刀身齐根没入，老虎发沉闷凄惨呜咽，巨大瞳孔瞬间放大，疯狂甩脑袋想把沈念成甩开，沈念成死不松手，右手死攥刀把，借老虎甩头力量，手腕猛一脚狠狠往外一拉，一声让人头皮发麻的闷响，东北虎喉管大动脉被猎刀硬生生切开巨大口子，像高压水枪一样的滚烫鲜血顺脖颈疯狂喷射，劈头盖脸浇沈念成一身，浓烈血腥味瞬间填满洼地，老虎庞大身躯剧烈抽搐，松开了咬左臂的嘴卡，肩膀的爪子也失去力气，400多斤肉山在雪地翻滚挣扎，4条粗腿把积雪刨得漫天飞舞，足足挣扎快2分钟，终于随喉咙最后一口血沫涌出。这头横行山林的东北虎前腿一软，轰隆砸雪窝彻底断气，沈念成淌染红血坑，大口倒抽凉气，现在是个血葫芦，左小臂咬的血肉模糊深可见骨，右肩被虎爪豁开几个大洞，鲜血顺锁骨蜂涌染红残血，体温急速流失，眼皮越来越沉，视线模糊，5点体质也扛不住恐怖失血量，马上要休克。就在心脏快停跳时，脑海机械音像炸雷以及急促频率疯狂响起，系统检测到宿主完成夭折的克星婴儿，独立击杀顶级猛兽史诗成就，触发极限大爆，发放超级奖励人类巅峰体质体验卡1张并永久固化 50%， 发放超级奖励高级细胞修复液1瓶，发放超级奖励开心牧场解锁，发放奖励现金1000元，发放奖励大黄鱼10根，所有奖励已自动存入随身储物空间。提示音落下瞬间，沈念成模糊意识猛清醒，看都没看1000块和10根金条的逆天奖励，意念死锁定空间内瓶高级细胞修复液，冰凉玻璃管凭空出现满是血的手心，用颤抖左手举起玻璃管，连拔塞力气都没，直接用牙死死咬住软木塞猛一拽，一仰脖把泛微光绿色液体一滴不剩灌进喉咙，轰！绿液刚入喉，根本不用消化，化作狂暴冰凉能量瞬间炸入4肢百骸，奇迹发生。沈念成亲眼看右肩外喷血的恐怖血洞，肌肉纤维像
像有生命一样肉眼可见疯狂蠕动穿插缝合，不到10秒深可见骨的伤口彻底结成暗红血痂，一丝血腥都不在外渗。左臂咬烂的皮肉迅速收紧，断裂骨头嘎巴脆响，重新对接严丝合缝，命保住了。但还没完，人类巅峰体质体验卡永久固化效果瞬间爆发，沈念成只觉浑身血液要烧开，比加5点体质狂暴10倍的热流从心脏猛蹦出，风冲全身每寸肌肉骨骼脏器，骨架发出牙酸噼啪爆响，硬生生拔高拉宽一拳。原本精壮肌肉像充气轮胎疯狂膨胀鼓胀，身上本就扯烂的旧棉袄单薄里衣再也承受不住暴涨的肌肉维度，直接崩裂成无数碎布条四处乱飞。沈念成猛地从雪地坐起，北风呼啸，零下30多度冰天雪地，他赤裸上半身，块块分明胸肌和钢板腹肌全是干涸虎血和自己血痂，浑身蒸腾大团白气，整个人像刚从炼钢炉捞出的铁塔，双手撑膝盖，深吸带血腥味冷空气，感觉浑身充满能一拳打死牛的恐怖力量。这才是真正人类巅峰体质，哪怕只固化50%也足以在这时代横着走。站起身走到死透东北虎前，400多斤庞然大物像座小山，伸脚随意踢了下虎头，巨大虎尸竟被这一脚踢得在雪地滑出半米，力量暴涨。转头看满地鲜血崩断树枝和没用的陷阱，盘算怎么处理战利品，直接收空间1立方米，以装200多斤苞米猪板油和杂物，老虎根本塞不进，而且这么大动静，老虎咆哮和刚才那一枪绝对瞒不过村里人。就在这时，洼地外围土坡传下杂乱脚步声和狗叫，紧接着几道刺眼手电筒光柱撕裂黑暗，在树林胡乱扫射。德福叔带哭腔的破嗓门夹杂张富贵钱虎山怒吼从上面传下，手电筒光柱在雪地飞速移动，直奔洼地这边照了过来。沈念成脑子转得飞快，系统刚爆出1000块现金和10根大黄鱼，要是被搜出来，他意念一动立刻查收。崭新大团结和10根金条瞬间塞进随身空间，1立方米虽塞了苞米、野猪肉、蛋钱和金条体积小应急，角落严丝合缝，潜藏好眼前400多斤老虎尸体，怎么解释？沈念成攥住插老虎咽喉的猎刀，用力一把，扑哧，最后一口残血喷出。他拎带血猎刀目光飞速扫洼地，盯上坑边一块凸起巨大青石，中间刚好有到1掌宽裂缝，几步跨去，把刀把死死卡进石缝，刀刃朝上斜对外面，接着抓几把沾糊血的血胡乱抹青石周围，又在雪地连滚带爬折腾出一大片触目惊心的挣扎痕迹，连通老虎。最后抓把冰雪狠搓刚愈合的右肩左小臂，高级细胞修复液虽保命，但伤口表面留巨大疤痕，被冷血一击，看着像皮肉外翻一大片。刚伪装好手电筒，强光直照进洼地，铁柱扯破锣嗓子嚎。在这人在坑里，几个人连滚带爬滑下雪坡，3、4道光柱汇聚中央。走最前面的德福叔刚看清腿肚子一抽筋，瘫坐雪地，火把吧嗒掉地。后面张富贵钱虎山像被雷劈死定原地。大队部凶悍猎狗平时敢咬野猪，刚闻到洼地喂下的夹紧尾巴，趴雪地疯狂哆嗦，连呜咽都不敢。惨白光晕下，体型庞大像小山的黑黄猛兽静静趴血坡里，粗壮钢边尾巴透着无尽凶威的血盆大口，无不再宣告身份：山神爷，成年野生东北虎。老虎旁边沈念成赤裸上半身肌肉球结糊满黑红血块冰碴，破棉袄碎成布条挂腰上，右肩左胳膊全是伤疤。零下30度寒风里，浑身冒滚烫白气，像从战场爬出的铁人。德福叔声音发抖，眼泪下出，问他是人是鬼。沈念成大口喘气，装脱力，双腿一软靠大青石上，扯嘴角露比哭难看的笑，还喘气呢。说这畜生半夜摸下山顺狼群喂找他，拿土枪查看症状的对联。张富贵艰难咽唾沫，手哆嗦指着老虎，问这是他一个人干死的，拿破土枪打死4、500斤猛虎。沈念成说他哪有那本事，指肩膀又指老虎，说开一枪打中他肩膀，畜生急了扑倒他，爪子就穿了几个窟窿，心想完了，在雪地滚刀都掏不出，掉石头缝卡死了。畜生发疯张大嘴扑他，他往旁一躲，他用力太猛没刹住，一头撞青石上，正好脖子卡刀刃上，自己把喉管豁开了，血喷他一脸，挣扎半天才死透。瞎猫碰死耗子，阎王爷不收。钱虎山端53式步骑枪壮胆上前，用枪管捅老虎，确认死透，拿手电仔细照伤口，左肩一片铁砂烂肉，下巴底下致命大豁口，连大动脉全断。再看卡石缝的裂刀和周围挣扎痕迹完全对上。钱虎山倒吸凉气说，沈念成命比铁板硬，看那一身恐怖肌肉血痂彻底信了，不是运气好，谁能在东北虎找下活命？沈念成搓爆，别愣着，快冻僵了，赶紧弄回去。固化50%巅峰体质根本不冷，但戏得做足。德福叔赶紧脱羊皮袄披他身上，心疼掉眼泪。好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4、500斤东北虎死沉，钱虎山喊下民兵共6个壮劳力，用粗麻绳死死捆老虎4条腿，中间穿海碗粗白桦树干，6个汉子憋红脸爆青筋才勉强抬离地面，深雪走不快，极耗体力。沈念成披羊皮袄走前面，健走太费劲，直接过去一把抓抬杠绳子，说搭把手，右手握粗麻绳，脚下猛蹬，巅峰体质狂暴力量爆发，6人抬得吭哧瘪肚的老虎，竟被沈念成一人拽着往前猛窜一大步，后面几个民兵差点被恐怖巨力带摔狗吃屎。铁柱惊呼说沈念成吃大力完了，力气比牛大。沈念成没吭声，闷头往前拉，身上血痂在肌肉暴涨下更狰狞，硬拉着老虎在雪地里出深血槽，直奔村里。到白桦沟村天一亮，夜里动静大，全村没睡踏实，听见狗叫喧哗，家家户户推门。当村民看清巨大玩意时，全村彻底炸锅，村民们惊呼老天爷是老虎，几百斤成精的山神爷，懒汉沈念成打死的。昨天野猪，今天老虎，是不是被神仙附体了？男女老少不顾寒冷围上，满眼骇然敬畏，看油光水滑皮毛和死不瞑目虎脸，不少人吓得跪雪地直磕头。建村几10年没见谁能把老虎活生生拖出，沈念成一战封神。张富贵磕汗烟袋，脸色凝重，野猪能做主分了，这成年野生东北虎皮毛骨胆是无价宝，更是国家财产，完爆是掉脑袋大罪，这极大的英雄事迹必须立刻上报。张富贵下死命令让钱虎山带枪兄弟把老虎死死看大队部，谁敢靠近拔根虎毛拿枪托砸，转身跑大队部去摇电话说
这是大公社都不住得惊动县里。沈念成没管，只想洗澡，推开院门，林婉晴拿顶门木棍发抖站院里，看他披带血羊皮袄，半拉膀子血乎乎，眼眶一红，哇的哭出，扔木棍扑上死抱他腰，哭着说吓死他了，外面喊老虎，他要没了他咋活？沈念成拍他消瘦后背说哭啥不是，囫囵的回来了，让他烧热水，他洗着血腥气，感受强有力，心跳咧嘴，痛快笑了。大队部里张富贵摇通武装部电话，嗓子喊批，消息层层上报。几小时后，沈念成刚洗完血污，换上林婉晴用心惊不敢织的大棉袄，做热炕啃热苞米。村外寂静土路传来极其沉闷机械轰鸣，轰隆隆，大排量发动机在风雪中咆哮，两辆绿色吉普绑防滑铁链，像钢铁怪兽碾碎后雪壳，带强悍压迫感开进村。车没停稳，门猛推开，几个穿军绿大衣戴雷锋帽干事跳下，打头30多岁金蛋男人，浓眉大眼，眼神如刀。公社武装部带队，县武装部干事亲自核实，张富贵、钱虎山赶紧迎上。武装部干事梅里寒暄大步走大队部院中央，看到趴雪地4、500斤东北虎尸体，见惯大场面，眼神也猛缩，蹲下身戴皮手套扒开老虎下巴致命伤，看整齐刀切痕迹，摸老虎左肩铁砂击伤之处，站起身，目光在围观村民脸上一扫，死死盯住被拉过来的沈念成。沈念成一身崭新青布棉袄，根本掩不住生死搏杀的狠厉气息。干事周刚看着他，突然伸手一把掀开破大衣，露出右肩左臂刚结痂的巨大撕裂伤疤，周围村民倒吸凉气。周刚盯伤疤看足10秒，突然右手猛往下摸，直接拉腰间皮套牛皮扣，咔嗒拔出一把黑亮51式手枪，单手提枪，脸色冷如冰块，双眼死死锁定沈念成，声音不大带不容置疑威压，问这枪伤、这刀口还有身上抓痕，让沈念成说这真就是一个人用一把破土枪和一把柴刀硬生生打死的。大队部院子死一般寂静，只有风刮树枝的呜呜声。周刚提着黑亮51式手枪，眼神像鹰死盯沈念成脸，他上过战场，一眼看出东北虎致命伤诡异，破柴刀卡石缝豁开虎喉，听得像天方夜谭。沈念成光膀子披带血羊皮袄，迎着周刚杀人的目光，连眼皮都没眨，粗哑声音说：“领导手里拿着枪，借他10个胆也不敢拿掉脑袋的是忽悠。”指着右肩害人血痂说：“虎爪当时抠进骨缝，差点把他半边膀子生撕了。他要有假话，能下狠手把自己挠成这样。”周刚盯着深可见骨的伤口，眉头紧抿，确实造不了假，野兽利爪撕裂痕迹，绝不是自己拿刀能划的。沈念成深吸冷气，接着说：“补枪打偏拳轰他肩膀，畜生急眼把他扑血窝里，在陡坡往下滚，连刀都掏不出，只能拿胳膊硬挡。后来刀磕掉卡石头缝，老虎张血盆大口咬他脖子，他拼老命往旁一躲，他扑太猛没刹住，一头撞青石，正好脖子卡刀刃上，血喷他一脸，扑腾半天才死透。”这番话半真半假，细节丰满，把生死相搏和瞎猫碰死耗子的运气糅合得天衣无缝。话音刚落，脑海机械提示音准时响起，系统检测到宿主与人周旋，完成复杂语言逻辑，发放初级兽医技能，已自动融合。一瞬间，沈念成脑子凭空多出各种家畜、野生动物骨骼结构、经络和常见病理知识。现在看死老虎一眼，能看出他胃里大概还有多少未消化残渣。他心里暗爽，脸上依旧心有余悸，疲惫模样。周刚把手枪插回牛皮枪套，转头看向大气不敢喘的钱虎山，让他带人拿手电，带他去洼地现场看一眼。周刚办事严谨，不见棺材不掉泪。钱虎山赶紧点头哈腰，点齐4个民兵陪周刚顺血槽摸向洼地。沈念成没跟着去，被张富贵安排炉边烤虎，他一点不慌。现场布置完美，血迹深坑压断树枝和卡猎刀的大青石绝对经得起查。过了1个多小时，天光大亮，周刚带人回来了。他军大衣下摆沾满血水黑泥，皮靴全是虎血，看向沈念成的眼神全变了，怀疑锐利消失，干干净净，全是震撼敬佩。现场惨烈，远比沈念成说的夸张，染红的雪地，青石喷射状血迹，死卡石缝，刀刃卷曲的猎刀，全在证明眼前这汉子确确实实在鬼门关走一遭，硬靠比野兽还狠的命熬死丛林霸主。周刚大步走去重拍沈念成没受伤的左肩，震得羊皮袄直晃，好小子真是硬汉。现场看了痕迹完全对上，这种成年东北虎，县武装部神枪手拿步枪也未必一枪干死。沈念成硬生生肉搏换命，保住白桦沟村，是县里大英雄。张富贵、钱虎山悬着的心彻底落地，看热闹村民爆发出热烈叫好，官方盖棺定论，打虎英雄身份坐实。周刚转头冲随行干事挥手，让去把车上东西拿下。干事小跑奔向吉普，提着长帆布包裹和沉甸甸木箱回来。周刚接过帆布包，一把扯开系绳，一把泛幽蓝光泽带折叠3棱军刺的崭新步枪暴露在所有人视线，冷硬钢铁杀气让村民倒退一步。钱虎山倒吸凉气，死盯那枪，说是53式步骑枪，他那老掉牙破枪跟这比，简直是烧火棍。周刚单手提枪，咔嗒拉枪栓检查枪膛，双手递到沈念成面前。鉴于他为民除害巨大贡献，县里授予他打虎英雄称号。为表彰勇猛，加强民兵武装，这把崭新53式步骑枪连同木箱200发子弹，正式配发他个人使用。全村炸锅，这年头村里枪全所大队部铁柜，现在县里竟直接配发沈念成个人最先进步枪，这意味着在白桦沟村，他握着绝对真理，谁敢惹？沈念成没客气，一把接过，金属冰冷触感传遍全身，初级枪械熟悉瞬间将结构弹道烙印脑海。有了真家伙，再不用拿破土枪拼命，50米内直哪打哪，绝对火力压制，绝对火力压制。他端枪大声表态：谢谢组织，谢谢领导，以后后山再有畜生下来，他第一个突突了他。周刚满意点头，随后县里卡车开来，几个壮汉费9牛2虎之力把死老虎抬上车厢。临走前，周刚做主，让人从老虎后腿切下50斤最精细老虎肉，留给沈念成补身子，额外批了500块英雄奖金。送走吉普车，沈念成背53式步骑枪，提50斤老虎肉和子弹箱，大步流星回家。村里人看他眼神简直看火祖宗，现在他就是白桦沟村的太上皇。回家把枪往热炕头一放，林婉晴看真枪吓得躲墙角不敢靠前，怕啥？不扣扳机不咬人。关严门窗
刚意念一动，空荡里污泥土地凭空出现4个巨大虎爪，一整条粗壮虎尾和一根长得吓人的虎鞭。这都是昨夜德福叔赶到前，他趁黑灯瞎火用破柴刀硬从死老虎剁下，提前藏进随身空间的。有初级兽医技能打底下刀极准，卸下后用虎血积血糊住伤口，伪装成被饿狼啃咬撕裂惨状。周刚来时天黑只顾看致命伤，没仔细清点爪尾，完美钻空子。这年头虎骨虎鞭是价值连城黑市硬通货，一整副虎骨到县城黑市遇懂行倒爷，绝对能换套大4合院。沈念成让林婉晴在家用大盐把老虎肉腌上，找破麻袋把地上虎爪虎鞭大块虎骨装进，死扎紧袋口，交代他这几天柴火粮食够吃，就在屋待着哪也别去，把枪留给他子弹压好了，有人敢翻墙闹事直接拉枪栓开火算他的。沈念成把枪塞林婉晴怀里，教他开保险上膛。林婉晴抱沉甸甸步枪脸发白，死咬牙点头。他知道沈念成要出去干大事，交代好沈念成背装满虎骨破麻袋，迎着中午太阳出村直奔几十里外县城。沈念成刚离村不到半个钟头，村东臭水沟旁穿破旧黑棉袄尖嘴猴腮的干瘦男人正蹲避风柴草垛后冻得直吸鼻涕。这是村里二流子赖狗子偷鸡摸狗无恶不作。赖狗子刚亲眼看沈念成背麻袋出村，浑浊眼珠闪过极其贪婪淫邪光芒。昨天沈念成家熬猪油香味馋得他半夜啃树皮，今天又得一大笔奖金老虎肉，更让他心痒的是知青媳妇林婉晴，那模样比村姑水灵百倍。煞星走了，家里就剩手无缚鸡之力女人，那把步枪。赖狗子冷笑，就林婉晴那连鸡都不敢杀的软蛋，给门大炮也打不响。赖狗子吐掉嚼烂草根缩脖子，借错落土墙掩护，像土狗悄无声息摸到沈念成破院墙外，踮脚尖双手死扒住满是冰碴子的土墙头，露出一双闪着贼光的眼睛往院子里窥探。赖狗子双手死抠着满是冰碴子的土墙头，一用力干瘦身子翻了上去，骑墙头往沈念成破院子学摸一拳。院子静悄悄，雪地只有沈念成刚走出的脚印。正屋门景观烟囱冒热烟，赖狗子狠咽一口加冷风的唾沫，想到昨晚沈念成家飘出的猪油肉香，再想林婉晴细皮嫩肉的身段骨头缝里都刺挠，嘴里嘟囔着说：沈念成大傻子，放热炕头撬媳妇不睡往外跑，这福气他替着享了。赖狗子淫笑，纵身一跃，八大落院里后雪壳上，顺墙根毛腰像偷心野狗，蹑手蹑脚摸到正屋窗下，脸贴湖泊报纸的窗棱顺裂缝往里偷看。里屋林婉晴正抱崭新53式步骑枪缩炕脚发抖，他清清楚楚听到院里重物落地声。沈念成临走前千叮万嘱有人翻墙直接开火，可真到时候他吓得手心全是冷汗，手指扣扳机怎么也按不下去。赖狗子隔窗户只压低公鸭嗓说了句下流话，叫他一个人在家怕不怕他来陪着暖和暖和。直接走到正屋门前，伸手推破木门，门被里面木棍顶死推不开。赖狗子冷哼后退2步，抬脚准备狠踹，就在脚刚抬起瞬间，轰！沈念成家摇摇欲坠的院门被人从外一脚踹得4分5裂，碎木头茶混积雪像炮弹崩满院子。赖狗子吓一哆嗦，猛回头，只见沈念成像凶神站院门口，肩扛装虎骨破麻袋，脸色阴沉滴水。沈念成本已走出村口，摸兜才想起来忘带大队开的介绍信，没介绍信连县城边都摸不着，更别说去黑市。刚折返就听见院里动静，沈念成冷声问赖狗子长几个脑袋敢翻他墙头，把麻袋往雪地一扔，大步流星走来。赖狗子一看是沈念成，吓得魂飞魄散，这可是刚活活打死几百斤东北虎的杀神。赖狗子结巴狡辩说刚路过看墙头有野猫寻思帮忙撵走，贴墙根想溜。沈念成根本不听他放屁，5点体质加50%巅峰体质固化，让爆发力恐怖到极点，脚下猛蹬，整个人像猎豹窜出，眨眼冲到赖狗子面前。赖狗子只觉眼前一花，没等反应，沈念成粗壮右腿带凌厉风声，狠狠倒踢在他胸口，咔嚓咔嚓，清脆骨头断裂声在院子响起。赖狗子发惨叫，整个人被一脚踹得双脚离地，像破麻袋向后飞出3、4米，重砸血窝，捂着胸口疼得满地打滚，嘴角瞬间溢出血沫子，这一脚肋骨起码断3根。这时正屋门嘎吱开了，林婉晴白着脸端53式步骑枪跑出，沈念成走过去一把夺过步枪，拎着枪管大步走到满地打滚的赖狗子跟前，眼神冰冷，对付这种惦记自己女人的二流子绝不能留情面，必须一次打得他这辈子听自己名字都尿裤子。双手握枪管高高举起，10目沉重枪托对准赖狗子还在哀嚎的臭嘴，毫不留情狠砸下去，木头枪托结结实实撞赖狗子嘴上，哀嚎声瞬间卡在喉咙，几颗前门牙碎裂从嘴里飞出，溅在白雪上。赖狗子两眼翻白，连哼没哼，当场痛晕死过去。枪托砸中瞬间脑海机械提示音响起，系统检测到宿主教训赖狗子，完成拍打动作精通，发放力量+2，能力已自动融合入宿主肌肉纤维。沈念成只觉双臂肌肉猛一紧，霸道力量感传遍全身，握枪管的手稍微一用力，指关节就发出嘎巴脆响。力量+2让破坏力再次拔高台阶。林婉晴看满脸伤痕一动不动的赖狗子，下直哆嗦问不会死了吧？死不了，这种烂命最硬。沈念成把步枪重新塞回林婉晴手里，转身进屋翻出介绍信揣兜，走出来单手拎起赖狗子一条腿，像拖死狗直接拖出院子，脑袋在硬雪壳磕磕绊绊，留长长黑色拖痕，一路拖到大队部，像扔垃圾扔张富贵脚底。张富贵正拿搪瓷缸喝水，差点吓了一跳，问这唱哪出？赖狗子咋让他打成这副模样？沈念成拍拍手冷冷说，这孙子趁他不再翻墙，想偷老虎肉还调戏他媳妇，他没要了他的命是看在一个村份上，人交给大队长处理，肋骨断几根，门牙全碎，要是处理不了他绑去公社武装部，让周刚查查是不是敌特分子。一顶敌特分子帽子扣下，张富贵脸都变了。沈念成是县里挂号打虎英雄，赖狗子敢去偷鸡摸狗传到县里，大队长也得吃瓜落。张富贵
柜拍桌子骂光天化日，翻墙入室反了，对外面民兵吼让铁柱拿麻绳把这混蛋捆结实，明早扭送派出所。沈念成见交代清楚没废话，回家重新扛装满虎骨破麻袋，大步离开村子。没坐牛车，凭强大体质力量，在漠西雪地走得飞快如履平地，10几里山路不到1小时走到县城。压了压破狗皮帽子，没去供销社百货大楼，7拐8拐钻进县西破败老平房区。这是县城黑市，巷子里不时见双手龙袖口眼神乱飘的人。沈念成扛麻袋在一扇吊漆黑木门前停下，按记忆狐朋狗友听说的暗号，屈指敲门2下，停1秒，重敲3下。门开条风漏警惕眼睛问干啥的。沈念成压低声音说：深山土货，找老童倒手。门缝开大，满脸横肉汉子上下打压他，一身精壮肌肉毫不畏缩，眼神让开身子。进里无声着望煤炉，穿呢子大衣戴水獭皮帽子，干瘦老头坐藤椅抽旱烟。这是县城黑市最大倒爷老童。老童眼皮一抬，瞥麻袋问面生，说这麻袋血腥味够冲，是不是刚下山的玩意？沈念成没废话，把麻袋放地解开扎口，伸手直接把粗壮满是黑黄花纹的老虎尾巴掏出，往八仙桌一拍，接着4个带恐怖利爪巨大虎掌，长得惊人虎鞭全摆桌上，最后从麻袋底摸出脸盆大柔软像缎子的白底黑纹极品老虎肚皮毛，昨晚用猎刀最快速度剥下的。老童嘴里旱烟袋吧嗒掉地，猛从藤椅弹起，连滚带爬扑桌前，双手哆嗦摸虎尾，又捧虎鞭端详，连声说正宗深山野东西，成年野生东北虎，这爪子骨节。老童眼珠红了，呼吸像拉风箱，抬头死盯沈念成，问连山神爷都敢动，白桦沟村拿土枪打老虎的活阎王是不是他？打虎英雄是早顺武装部传到县城，老童消息最灵。沈念成说打听没用，东西在这，全是刚卸极品血没干透。拉板凳大刀金马坐下敲桌子，让开10秤价，吃不下找别人。老童猛拍大腿说吃得下，砸锅卖铁也吃得下，可遇不可求的神品，虎骨9治风湿。虎鞭是城里领导求不到的壮阳神药，极品肚皮毛卖天价。老童拿算盘噼里啪啦拨弄，咬牙伸出3个指头和5个指头，说给他包圆3500块，绝对最高价，再多1分拿不出。沈念成盘算3500，在这年代绝对是恐怖巨款，购买好几套院子。说成交全要大团结，不要零票。老童开墙角暗格爆出铁盒，点整整35打，崭新10元大团结，用报纸包严实推给沈念成。沈念成接钱随手掂分量不查数塞怀里，意念一动，3500块瞬间转移随身储物空间，和系统奖励堆一起，起身大步出黑市巷子，兜揣几千巨款走土路上。家里有肉面炕上新被子还有钱，打算买旧报纸熬浆糊糊墙缝安稳过肥年。顺街往前过县城西大院，墙刷白灰大字废品回收站，堆满破铜烂铁废纸箱，破烂家具散发霉味铁锈味。沈念成直接走进去，看门大爷窝角落打瞌睡，眼皮没抬，径直走废纸区，在一堆破旧书纸壳里找能用报纸。走着脚下突然踢到硬邦邦东西，沉闷声音不绝于耳，低头看几摞发黄破报纸底掩埋落满灰尘，边角腐烂破木箱，只有鞋盒大小踢上去沉甸甸死沉。沈念成蹲下身掀开上面破报纸，伸手扣破木箱边缘，猛地往外一转。沈念成一把扯开散发霉味的破报纸，双手扣住破木箱边缘，猛往外一转，箱子死沉结着厚黑泥垢，4角包铁皮，中间挂把生锈黄铜老锁。左右看一眼，看门大爷还在打呼噜。沈念成伸右手捏住黄铜锁，5点体质加巅峰体质固化力量惊人，手腕猛翻，手指发力，咔吧，清脆金属断裂声，锈死老铜锁硬生生被掰断，锁鼻掉地上。掀开满是木刺的盖子，扒开发黑发脆的破棉絮，眼睛瞬间被暗灰金属光泽晃了下，一卷卷发黄牛皮纸包的东西整齐码放箱底，年头太久，牛皮纸烂了，露出圆溜溜硬邦邦金属片。沈念成拿起一个，在袖子蹭2下凑近看，印着人像，周围一圈麦穗花纹，底下印民国3年，手指一弹放耳边听，发出嗡的一声悠长清脆震音。大洋，纯正民国元大头，随便一扫，这箱里少说上百块。大洋旁边还塞几个破布包的小物件，捏开一个是翠绿欲滴水头极足的玉扳指，沾着灰也透着润泽宝光。发财了，那年头这些只算破铜烂铁，后世随便拿出一个都是能换套房的古董，估计早年间大户人家偷埋当废品卖了。沈念成不动声色扣死盖子，单手拎死沉木箱，顺手抓2大摞糊墙旧报纸，大步找看门大爷。大爷动哆嗦睁浑浊眼睛不耐烦，问破报纸3分1斤，那破木箱装的啥？沈念成故意把箱子在秤盘一顿咣当响，说谁知道啥破铁片子死沉，寻思拿回家垫桌腿。大爷懒得看废品站，最不缺破铜烂铁，扫眼秤杆准心说不到7斤算2毛，交钱滚蛋，别耽误睡觉。沈念成掏2张1毛纸票拍桌上，一手拎报纸一手拎木箱，头也不回出大门。刚跨进没人死胡同，意念一动，嗖的一下装满大洋古董的破木箱直接收进随身储物空间，瞬间脑海机械提示音炸雷般疯狂响起，系统检测到宿主成功捡漏，完成寻宝启蒙成就，发放随身储物空间面积翻倍，当前空间为2立方米，发放开心农场时间加速乘以2，当前农场作物生长速度提升至4倍。沈念成只觉脑子嗡的一声，原本塞满的1立方米空间像被无形大手撕扯开，瞬间扩大1倍，2立方米现在宽敞无比，野猪肉苞米钱票木箱只占不到一半。更逆天的是农场加速乘2，原本1分地苞米不到1小时熟，现在速度翻倍，喝口水功夫就能收割，简直是永不枯竭超级粮仓。沈念成在胡同挥拳，浑身热劲沸腾，揣3000多巨款，空间扩大，农场加速。明天腊月23小年，这年得过得轰轰烈烈，大步流星直奔最大供销社和黑市边缘，现在根本不差钱。在黑市边缘碰见推牌子车偷卖猪仔的汉子，二话不说掏10块买下2头恶直叫的小黑猪仔，找没人角落意念一动扔进开心牧场。牧场是独立空间，长满1尺高鲜嫩青草，猪仔一进立刻哼吃疯狂啃食，接着开启疯狂扫货，在供销社拍出大团结粮票，扛2袋50斤装精致粉，这可是包饺子纯白细粮，又买1整条冻邦硬东海带鱼，2只褪毛白条鸡，10斤粗盐，1罐芝
芝麻香油5斤红糖2瓶红星特酿，外加一大堆鞭炮水果糖，东西太多自己扛不回，直接在牲口市花2块布骡子车。赶车老把式看小山一样年货，赶一辈子车没见谁家这么治本。骡子车拉满车年货，撵着雪路，赶天黑前回到白桦沟村。小年夜前夕，家家户户熬苞米糊糊，盘算小年抠点肉腥。骡子车一进村，白面口袋冻带鱼腥香和红鞭炮瞬间把全村眼珠吸引了。村民惊呼说：“沈念成把县城百货大楼搬空了，那是精致粉50斤纯白面买2袋，是不是要天天吃肉包子？”村民围院墙外酸水直冒羡慕红眼，但沈念成是打虎英雄，手里有真枪，谁也不敢挑事，只能干瞪眼看他一趟趟把年货搬进破屋，一脚踹上院门，把嫉妒眼神挡外面。里屋林婉晴看堆满半个土炕年货傻了，纯白面粉冻比挺带鱼肥白条鸡，2瓶红飘带红星特酿，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好东西。沈念成吼他别愣了，明天小年，今晚提前吃顿好的。脱棉袄露精壮膀子抄菜刀，从空间拽出极品老虎肉，切下足足2斤，这肉纤维粗淡极紧实，用粗盐酱油香油腌上，大铁锅烧热，挖大勺纯白猪板油扔进，滋啦，猪油一化，屋子瞬间被极其霸道荤油香填满。腌好老虎肉和剩的半大野猪肉混一起，直接下锅爆炒。红褐肉块在滚烫猪油翻滚边缘迅速炸焦黄，倒大半瓢清水盖重木锅盖，接着起小炉子倒半锅油，冻带鱼切断果白面糊下锅炸，油炸带鱼香混合炖老虎肉狂爆肉香，像龙卷风顺烟囱门缝疯狂往外飘，大雪天冷风根本压不住。隔壁孙老抠一家正喝拉嗓子棒子面粥，霸道带鱼炖肉香钻进屋，3个半大小子闻到味手里破碗掉地，哇的嚎啕大哭，老大满地打滚流口水，喊着要吃肉要吃，隔壁的肉香死了。孙老抠被勾得直咽唾沫，肚子咕噜叫，气得一巴掌扇儿子脸，骂吃个屁肉，那是活阎王家里的，不想活了赶去要。这晚白桦沟村不知多少人闻肉香躲被窝掉眼泪，馋得一宿没睡。沈念成林婉晴关门敞开肚皮吃酥脆带鱼软烂老虎肉配白面死面饼子，林婉晴吃满嘴流油，撑得靠墙角打嗝。吃饱喝足，夜深人静，沈念成躺热炕意识进入系统空间，有时间加速乘2空间彻底大爆发。开心农场奶茶苞米秸秆粗像小树，苞米棒大如炮弹，金灿灿挂着散发成熟香气。开心牧场下午扔的2头瘦猪仔在仙草加速下体型暴涨1大圈，黑亮猪皮称溜圆呼噜撒欢跑，用不了1个月就能长成200多斤大肥猪，物资彻底自由，只要熬过冬天开春风头一过全能换真金白银。转眼大年30除夕夜，外面零星响鞭炮，沈念成家热火朝天，案板上沈念成挥菜刀疯狂剁野猪老虎混合肉馅，林婉晴用精致粉和面，面团白得发亮软糯筋道。今天除夕包纯肉馅饺子，1个菜叶不放全放荤油，把2大勺香油倒肉馅搅拌。林婉晴擀皮看他豪横动作，满脸幸福红晕，能过上顿顿白面大肉日子。锅里水翻滚白浪，肚皮发亮，纯肉饺子向元宝下锅。八仙桌摆2副碗筷，拧开红星特酿倒2大盅，屋子弥漫酱香酒和纯肉饺子混合香气。就在准备动筷子痛快过年当口，院外突然传来杂乱踩雪声，紧接院门被拍震天响，砰砰砰！张富贵大嗓门在门外响起，声音透着极不自然的讨好声音，让沈念成开门，说是他张叔。沈念成皱眉，大年30家家吃年夜饭，张富贵跑这干什么？超强听力清晰捕捉门外不止张富贵，还有几道陌生呼吸脚步声，穿的是硬底城里皮鞋。沈念成放下筷子，一把抓起墙角步气枪，大拇指压保险，大步走外屋，拉开正屋木门，门一开，风雪卷几道人影站院子里。张富贵满脸堆笑站最前面，身后站着几个穿笔挺蓝色中山装书大背头，满脸傲气嫌弃的生面孔。院子大门敞着北风，夹着雪花直往人脖领子里灌。沈念成单手拎着步气枪，大拇指死死压着保险，冷眼扫过张富贵身后的3个人，打头的是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穿着笔挺的深蓝中山装，头发抹的头油，估计苍蝇站上去都得劈叉。旁边跟着个烫卷发抹着劣质雪花膏的胖女人，脚踩小牛皮跟鞋，后面还缩着个戴黑框眼镜的半大小，正垫着脚尖往院子里瞎学摸。这3人往满是雪水烂泥的农家院里一站，浑身上下都透着股城里人高高在上的做派，特别是那胖女人死死捂着鼻子，满脸嫌弃的瞅着柴火垛，生怕多喘口气能把肺给熏脏了。张富贵见沈念成提着真家伙，吓得满脸堆笑，赶紧解释说这是他媳妇娘家亲兄弟，县城轧钢厂车间副主任赵建设，大雪封山困在大队了。张富贵老脸一红，压低声音说大队过年猪肉早吃光了，赵建设一家吃不惯棒子面，他寻思沈念成刚弄了老虎肉，就厚着老脸带他们来蹭口热乎。沈念成挑了挑眉，压下枪口，城里工人端铁饭碗看不起乡下泥腿子是常态，何况人家还是个副主任。赵建设背着手都没拿正眼看沈念成，高傲的吸了吸鼻子。可就在这时，他闻到了门缝里飘出的霸道纯肉香，和炸带鱼味，喉结极不争气的狠狠滚了2下。城里1个月才半斤肉票，他哪见过这油水？胖女人翻了个大白眼，满嘴尖酸，问张富贵这就是那个瞎猫碰死耗子的懒汉，嫌弃说这破院子连猪圈都不如，要不是闻着点肉味倒贴钱都不来。沈念成可不惯着这臭毛病，冷笑一声，枪管重重磕在门框上，咣的一声，嫌破就滚蛋，他家这破庙容不下这尊大佛。对张富贵说对不住了，除夕不接待外客，做事就要关门。张富贵急了，死死扒住门框，说给叔个面子，平时没少照顾，就算借的，过了年拿工分还。赵建设一家也被这煞气和真家伙吓退了2。胖女人脚下一滑，一屁股狠摔进雪窝子里，直哎呦。沈念成看着张富贵快急哭的脸，原主以前没少偷大队苞米，张富贵都睁只眼闭只眼，今天这面子得给，行看大队长面子，但进他家门就得守他规矩，让开道。3人冻得直哆嗦，逃命似的钻进屋，刚迈过门槛，3人当场傻眼。破草房里热气腾腾，滚烫的土炕上铺着崭新的大红花厚棉被，炕头柜摆着新搪瓷盆和牡丹暖水瓶。更要命的是那张八仙桌，一大盆金黄酥脆的炸带鱼，一大海碗红亮散发狂暴肉香的老虎野猪肉，旁边还落着白晃晃的精致
至粉死面饼，县委书记过年也吃不上这顿。赵建设一家3口眼珠子瞬间绿了，口水狂咽。半大小子扑上去伸手就抓炸带鱼，啪！沈念成一枪托砸的桌子一跳，冷脸开骂：洗手没就抓懂不懂规矩，小子吓得赶紧把手缩了回去。这时林婉晴端着2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进屋了。胖女人刚想坐下，一抬头瞧见林婉晴，像踩了猫尾巴似的尖叫起桌，赶紧让她滚外屋蹲着吃去。林婉晴手一颤，眼眶瞬间红了，砰！沈念成大步上前，一把抢过盘子，重重砸在桌子中央。5点体质的压迫感和杀虎煞气全开，死死盯着胖女人，让她再指一下试试。这是他明媒正娶的媳妇，在他的地盘，他媳妇必须坐正坐吃第一口。他算什么东西，跑他家指手画脚？信不信现在拿枪托砸烂他的嘴，扔后山喂狼？胖女人被这要杀人的凶光吓破了胆，硬是憋不出一个字，只能求助的看向赵建设。赵建设也是个软骨头，碰上这活阎王秒变缩头乌龟，干笑着打圆场。别气，嫂子就是嘴快。张富贵也在旁边急得直擦汗，生怕沈念成真一枪托砸下去。沈念成冷哼一声，把林婉晴按在主座上，让他坐稳，今天敞开吃，谁敢看他不顺眼？他抠谁眼珠子？林婉晴看着铁塔般的男人掉着眼泪，用力挺直了腰板，心里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沈念成大刀金马的坐下，把饺子往前一推，吃吧，别客气了。赵建设一家哪还顾得上成分，抢过筷子把饺子死命往嘴里塞。赵建设烫得直吸气，眼珠子却爆出金光，纯肉，全是大肥肉混瘦肉，滚烫的猪板油汁水直接在嘴里炸开，那股极度浓郁的肉香简直掀翻了天灵盖。纯肉的全白面纯肉，城里人的矜持全扔了，筷子抡出了残影，半大小子嚼都不嚼，噎得直翻白眼往嗓子眼吞。看着这仨饿死鬼，沈念成嘲讽冷笑，就这城里干部在纯白面大肉饺子前连野狗都不如，光吃饺子哪能没酒？从炕头跪下慢条斯理的掏出2瓶红飘带白瓷瓶，啪的一声，大拇指直接弹开瓶盖，极其醇厚的酱香瞬间压过肉香，霸道钻鼻。红星特酿，乡下咋会有红星特酿？这可是大内特供，厂长逢年过节都舍不得拿的神仙水。沈念成根本没搭理他，用粗瓷碗给自己和张富贵倒了满满一大碗，接着掏出2盒红旗香烟，自己叼上一根，剩下的全甩在赵建设脸上。抽吧，没绿嘴的特供，对付着抽，吐出一口浓烟，霸气侧漏。纯肉饺子、老虎肉、红星特酿加红旗香烟，这极其粗暴的反向炫富，像重锤一样狠砸碎了城里人的优越感。胖女人彻底闭嘴，止步狂吞。赵建设看着红星特酿和红旗香烟，双手哆嗦的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了，觉得自己这副主人在乡下懒汉面前穷得像个叫花子。林婉晴扬眉吐气，夹了最大的一块肉给沈念成。张富贵看亲戚被震得服服帖帖，吃得满嘴流油，心里暗爽。这顿饭沈念成用粗暴的实力把这群势利眼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外面鞭炮齐鸣，午夜12点到了。71年翻篇，72年正式到来。沈念成端起那碗红星特酿，刚要一饮而尽，脑海里系统提示音喜庆的响了起来，检测到宿主度过首个新年，跨年大礼包已发放，请查收。